準備好跟我一起飛去曼谷了嗎？這次啊，我可是精心策劃了一趟超值又好玩的4天3夜行程，從機場接機到必去的行程，通通包給你。想省下10幾個小時做功課嗎？這支影片啊，絕對可以讓你玩得更盡興，保證讓你1集抵10集，直接複製我的行程，就可以輕鬆暢遊曼谷啦。這部影片從行前準備到曼谷的熱門景點一次大包給你。想規劃曼谷旅遊，這4天3夜的規劃，相信可以讓你的旅程更加省心省力哦。一天剛下飛機抵達蘇萬那普機場，泰銖怎麼換最划算呢？教你避開匯率的陷阱，輕鬆換到最優質的匯率。假如你是購物狂的話，泰國的退稅流程超簡單，讓你買的開心，退的放心。整個機場有點像是一個小 mall， 你在這邊不一定是只是做出境或入境之外，聽說啊美食街非常的厲害，所以你可以來這邊體驗一下不同的搭機體驗。這集影片呢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整個機場它有哪些吃喝玩樂的部分，以及它的交通攻略，包含你怎麼去搭計程車，以及可以省錢的機場快線，在1個小時之內快速的到市區。像一出來的時候，大家可以看到就可以申辦5G 的電信卡。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有蠻多那種外幣兌換的店啊，像旁邊有 KBank， 大部分的兌換所的匯率比較不好。你看好像台幣是0.89，所以我会比较不建議說你一出關的時候趕快去換錢。你只要有 Visa、Master、JCB 跟银聯的信用卡，你就可以來這邊做外幣的提款。蠻特別的是因為它旁邊是取行李的地方，然後這邊就是整個外幣的提款機。來到這個機場出海關會不會很慢？目測啊，櫃檯大概有30幾個，我排的時間大概花了大概20分鐘到30分鐘。機場共分為5層，比較重要的是第4層出境的時候你要先去的退稅地點，以及第1層就是你搭計程車，以及24年新增的 Grab 點在這邊，然後角落還有一個美食廣場，價格也比較便宜。B 層啊，最主要是機場的輕軌路線，旺季的時候啊，坐計程車到市區非常的塞，因此啊，這不失為一個又實惠又方便的選擇。此外啊，最好的換位地點有在 B 層哦。手扶梯蠻奇妙的，因為它左右2邊都有手扶梯，搭上來感覺還蠻空曠的。雖然人看起來是真的蠻多的，但是至少還有點空間讓你可以走。3樓啊，真的蠻多國際連鎖的餐飲品牌，其實都可以看得到，甚至是像泰國當地的餐飲品牌啊，或者是藥妝都有。這個機場比較特別的是，除了入境的餐廳非常多之外，出境安檢之後，餐廳也非常的多。餐廳基本上都可以用現金或是信用卡刷卡，這點不用擔心哦。此外啊，還有看到有按摩店，如果你今天出入境非常的勞累的話，你都可以來這邊享受這個服務。你今天是有預約旅行團或者是接駁車的話，右邊就是一看到就是接駁團。因為我剛才看到其實1樓啊也有115，就是那個旅遊警察，在旅遊中啊遇到一些相關的問題，你都可以來這邊去找警察做協助。它是24小時的，也有提供中文的服務跟英文的服務。另外啊，像是 Lawson 跟 Seven 都可以在機場找到哦。如果今天想一下飛機就喝泰奶的話，1樓也有手標牌哦。另外，如果今天你在3楼覺得那個餐廳實在太貴了，這邊也有美食街哦。我還沒有進去就發現到人山人海。Oh my god！ 我發現它的美食真的超便宜，面食啊或者是一些飯類，平均價格大概50塊到60塊台幣之間。你看我點了一個大份的2種不同做法的烤雞肉飯，大概是120塊泰銖，分量是夠的。那這邊儲值的方式啊，拿泰銖到他們櫃檯去儲值，他會給你一張卡，你把錢儲在裡面之後啊，你就可以拿這張卡到他們櫃檯去說你要吃什麼，用英文稍微溝通一下，发现他們前台人員英文還是通的。我吃完之後，我會把這個卡，它有規定時間是在晚上11點半的樣子，把這個卡退還回去，他就會把錢拿回來。來到泰國就是可以吃他們醬汁，就是超享受，所以我剛剛拿超多醬汁淋在上面，一定超好吃的。它醬汁是比較偏鹹一點的，因為它的雞肉其實普通啊，我覺得沒有到很 OK， 但是我覺得它很方便，因為就在1樓而已，所以你不一定要去吃3樓的餐廳，可以來1樓這邊吃飯，感受一下當地的氛圍，我覺得也是一個還蠻不錯的選擇。計程車的位置啊，就在第1層的4號門跟7號門之間。那打車流程就是先進入自助取號區，按車型取號，再到指定的位置上車，下車付費。首先呢，你要先確認你要乘坐的車型，按取號區入口上方的指示牌進入相對應的取號通道。大型出租車啊，類似像是 SUV， 那起價是40塊泰銖，適合行李多的。
那一般出租車啊，起價是35塊泰銖。操作自助取號區之後啊，按單子上的停車通道號碼，到正前方的停車區對應通道找你的計程車，確認車牌號碼，無誤後上車。那告訴司機你要去的地方，最好是英文版或是泰文版的飯店訂單。那下車時啊，會以跳表金額付費，同時還需附加以下的費用。短程出租車是行程少於10公里的機場附近區域，那短程呢，它是不用取號的，在取號區的小房間對接就可以了。那至於 Grab 的接駁地點啊，第1層的4號門出去就是嘍。再來就是我最建議前往 B1 的換匯所，從7號出口旁邊的電梯下去，或是從旁邊的手扶梯下去都可以哦。走下來啊，你就會看到上面寫說它的可以換匯率的地方，就是往後轉，你就往後轉。快看到機場快線啊，這時候你就往左邊轉，往左邊轉，這邊就看到一個小小的下坡，我們就一直往前面走。好，那我們再往前走，往前走之後，我们往右邊轉。它躲在有一點點小巷子，所以一定要跟大家講一下怎麼走。我們映入眼簾的是橘綠黃，大家都看到橘綠黃，就是那邊3家連在一起，就是那匯率是比較好的。所以說，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們不一定要在3樓或是1樓那邊人擠人那邊換錢。另外啊，這邊有一個小提醒，就是你換匯的時候，可以跟櫃檯人員說你要換一些零錢，因為最主要等會你要去搭機場快線的時候，多半都是用零錢做投幣的，所以這點可能要提醒大家一下。換匯的旁邊其實就有膠囊旅館。哇，我以為我來到那個秋葉原，就好像是太空艙一樣，好有科技感哦，很酷欸。我覺得花點錢啊，讓自己舒舒服服的可以享受到下一場的旅程，這不是很好嗎？這邊也有提供那個大件行李的托運。好，我們現在到機場快線，教大家怎麼樣去購票。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啊，可以切換成英文，換這邊切換成英文。你要到的站，按一下你要到的站，選擇你要搭乘的人數。比如說我今天是1個人獨旅，我就1個人。它這邊就顯示它1個人的價格。機場輕軌路線啊，一共8站，票價最多是45塊泰銖。終點站啊，連接市區的輕軌站 N2， 也可以轉搭其他的大眾交通工具。旺季的時候啊，不失為一個又實惠又方便的選擇哦。好的，再來就是大家出境前最在意的退稅流程。那一共分2個情況，第一個情況是個人消費總額滿2萬塊泰銖以上，另外一個情況是2萬泰銖以下。另外啊，因為退稅的人非常多，建議提早3個小時到機場哦。那關於退稅條件啊，最重要的是第4點，就是它退稅其實是有時間限制的，所以盡量是在你出境之前購買你的伴手禮或者是奢侈品哦。特別提醒，你今天在一家商店一次消費超過2000元泰銖，會得到1張退稅單。分別在不同的2間商店消費的話，就會各自得到2張。來機場退稅時，請全部統一整理好，並結算你的個人消費總額。那第一種情況啊，我們超過2萬塊泰銖，需要帶着你買東西的退稅單。在托運前啊，我們先到 U 號櫃檯附近，可以看到如窗口排隊，等着工作人員查驗蓋章。蓋章後啊，我們就可以正常去托運行李嘍，以及辦理登機出境。記得啊，稅單一定不要托運。如果退稅商品有這些物品的話，以及隨身物品超過10萬塊泰銖，工作人員啊會讓你拿出來查看，所以千萬不要托運，請以手提的方式上飛機，因為過安檢之後啊，有大概率會進行第2次的驗貨哦。帶着你的稅單及蓋章時工作人員所要求的相關資料。出境後啊，在前往登機的路口上，你會看到指示牌。建議啊，如果離登機時間還久，可以去左邊，因為人比較少。在牌子上啊，可以看到 VAT 的指示。到了櫃檯啊，直接按要求把單子給櫃檯人員，就可以等着退錢嘍。那第2種啊，未超過2萬塊泰銖，無需蓋章，辦理登記手續後啊，直接通過安檢，直接來到這個退稅櫃檯就可以了。再次提醒，退稅單不要拿去托運哦。過安檢後啊，購物區的規模就像是一個小 mall 一樣。餐廳啊與購物的地方非常多，那沿路上啊有免稅商品店王權、高級精品 LV 或是紐約手工麥香水都能在這邊找到，甚至啊如果你想再品嘗一下芒果糯蜜，這邊也能吃到。那一路逛下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國際連鎖速食店，但是價格真的不遑多讓啊，幾乎貴了有1倍左右。
那這邊也有小販賣部，如果想要補充水分或者是小零食的話，這邊都是不錯的選擇哦。進市區後啊，有2間匯率所是非常推薦給大家。一間是靠近 BTS 的阿索克站，另外一個是靠近 Central World 的總部，匯率也是最好的。第一間從阿索克站1號出口出去，就看到非常多的人龍在排隊，然後它離各大百貨公司都非常的近，所以蠻多人在這邊換匯的。距離 Terminal 21只要1分鐘，可是我發現到它的匯率，我剛剛換下來是 1.095。我發現到它可能還比機場最隱秘的那個 B1 的機場快線那邊換匯所可能匯率還要再高一點點。但是它這邊好處就是因為它離阿薩克站很近，所以你 BTS 一出來你就馬上可以換匯了，所以它的便利性是有，可是我覺得它匯率上稍微的差一點點。BTS 上面其實是沒有冷氣的，不像在機場快線這邊是有冷氣吹，非常的涼。所以我剛才等了大概10分鐘吧，雖然很快就等到我，可是你會覺得說有一點熱。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要在史隆線這邊去做 shopping 的話，這邊的換匯是最快的，而且它有一個好處是它是在天橋上面，所以你換完匯你就可以快速的到達你各個要去的百貨公司 shopping。換匯完不妨到旁邊的 Terminal 21休息一下，也可以在美食街吃飯以及購物。因为这几天我在不同的地方换汇，我觉得汇率上没有差多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今天到 SuperRich 总部，它的汇率时我会再優惠。總部就在 BTS 啟動站下車後要稍微走10分鐘左右，中間會經過大型的百貨公司 Central World 以及伴手禮首選的 Big C。經過 Big C 後往前走約100公尺，會看到李海泉紅色招牌。這時候你就要往右轉，再走約200公尺，就會看到 SuperRich 總部的招牌。好的，我剛才來到 SuperRich 的總部換完匯了。如果你今天是帶着非常大的現鈔，你要來這邊怎麼換匯？第一步，你要先到他們的1號櫃檯，就是先做註冊，就是說拿着你的護照正本來到櫃檯，他會幫你做登記，以及他會稍微問一下說你大概要換多少的錢，因為他們有一些外匯管制。另外你就是要提供泰國當地的手機號碼，所以他會要求你填上你的手機號碼。如果你今天是拿護照正本的話，他會幫你列一份銀本，你再拿這個銀本到第2個步驟，就是要去換匯，把你的現金準備好。那我剛才目測了一下，就是它的換匯的櫃檯大概有10幾個櫃檯，所以其實是非常多的。這幾天因為我到處去看所有的換匯地方，這邊的匯率是最好的，匯率是 1.12哦。像我在機場換匯的匯率大概是 1.1。阿索克站旁邊約是 1.09。為了節省時間，去換匯前也可以先下載 SuperRich 的 App 查詢匯率，可以依照你旅店或是旅遊地的地理位置，點選附近的分店，並顯示這個分店的匯率，也能透過導航快速得知你目前與分店的距離與位置。好的，最後總結，如果今天你是很確定你這次旅程會換多少錢的話，我覺得你可以在機場的 B 層就直接把它換光光了。然後阿索克站或者是你臨近你旅店跟旅遊地附近的分店，就當成是機動性的換位。比如說你臨時缺個幾千塊，你再去換。那最後一個 SuperRich 的總部是你真的有非常大的需求，可能是一次超過10幾萬、20萬的話，你再去換匯會比較划算。來曼谷市區，你最常看到景象就是塞車，而且常常塞到你懷疑人生因此公共交通工具也是旅客遊玩曼谷的方式之一。來曼谷搭乘 BTS 是許多人遊玩曼谷非常方便的一個方式，但是有幾點要注意。如果你今天可能來曼谷非常多天，你要搭乘非常多次的 BTS 的話，我會建議你買儲值卡。買儲值卡有幾個條件，第一個你要準備你的護照，第二個你要準備200塊的泰銖，其中有100塊是這個卡片的費用，100塊的費用是不能退還的。再來，另外100塊儲值金就可以去做搭乘。另外還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項。第一個BTS 卡不能與 MRT 的地鐵卡共用，每個 BTS 站口的售票窗口都可以辦理兔子卡。另外建議一次不要儲值太多，每次刷卡都會顯示餘額。另外，兔子卡也像台灣的悠遊卡一樣，可以在這些商店使用哦。另外有幾點小貼心的提醒，
BTS 上面沒有任何的廁所，所以你在逛任何景點之前呢，建議先到附近的百貨公司，或者說你可以在你的旅店這邊先上好廁所。上面是沒有任何空調的，所以你今天要看好你是要搭好哪一個線，它左右的方向是不一樣的，你必須還要走上走下。如果你今天是拖非常重的行李的話，建議先看好你要到的目的地，然後確定好路線，你再慢慢走上去，不然你真的会熱死，因為曼谷天氣均溫都是33度以上，非常非常的熱。那可能有其他小玩家会問，如果今天待比較久的話，有没有比較省錢的方式呢？MRT 它有提供多趟次的套票，例如像這次啊，我是買期限在1個月之內50趟次，售價是泰幣125塊錢。另外有幾點要注意，首先你要有一張 MRT 的儲值卡，如果原本就有的話，你可以直接把舊卡拿給櫃檯人員；如果沒有的話，就必須跟櫃檯購買。外國人啊，購買儲值卡時必須出示護照正本，那櫃檯也會將護照影印留存。第一次購買金額為180塊泰銖，然後告知櫃檯人員你要購買幾次就可以咯。如果擔心語言不通的話，可以用手機截圖給他看就可以了。我這次購買的主要是以藍線為主，因為大部分的景點都在藍線上面哦。那如果還是嫌儲值卡太麻煩，如果你今天有 Visa、Master 的信用卡，也可以直接進站哦。此外 ，BTS 也有提供多趟次的套餐哦。今天如果是多人旅游不怕塞車的話，用 App 叫車真的是帥氣又方便。市區提供多樣化的車種，滿足你對預算或是體驗上的需求。就是因為我來曼谷其實有一段時間呢，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為我非常常用3個 App 的交車工具。那第一個 Grab 啊，它的價錢一直都是它的時效性，所謂的時效性就是它來接你的速度相對會比較快一點點。我在曼谷最常叫的就是 Bolt， 但是有時候在來曼谷之前呢，就查了一些資料，他們說 Bolt 可能會亂加錢，或是司機的品質不好，但其實沒有哦，因為我跟Sharon或是我自己本身搭了快10次左右，那每一次我覺得叫車品質都很好，甚至有一次啊，我們搭了大概153塊泰銖，拿了160塊泰銖要給健身司機，跟他說 keep the change， 就是這個小零錢當小費給你沒有關係。結果啊，他竟然把10塊錢的泰幣退還給我們，主要是因為我們原本是要到席納卡林火車夜市，本來要再進去一點點，但是因為裡面實在太塞了，他就先暫停在外面。結果他很有良心的，就是他還退了一點點的那個里程的那個錢給我們，不跟我們收足那160塊錢。他就說提前讓我們在比較夜市外圍一點點的地方讓我們下，然後我們大概走路進去5分鐘，他就先在外面讓我們下。Bolt 啊，它就會有一些限制，它也可以用信用卡，也可以用現金。但是我此次來曼谷，我大部分的時間是用現金。為什麼？是因為其實在國外啊，你綁定信用卡支付，它的盜刷比例是非常的高，所以為了保險起見，我向來都用現金支付。大部分的司機英文能力都還不錯，所以他在來接駁你的時候，他就會先打一些話，是說他可能在路上，或是說他現在 delay 了在哪裡，他會大概2-3分鐘都會回報一下狀況，超及時的，因為他可能只賺了一點點計程車錢，就好像有點跟 boss 一樣在 report 說我現在人在哪裡，你再等我一下，我快到了，我在平交大道，再等我一下，我就覺得其實是蠻貼心的。好，那第3個 Moving 就是大家比較少見的嘟嘟車叫車 app， 它很方便，是它就比如說在一個街道上面，它接駁的點非常非常的多。第一個，你可以一個人叫車，整台車你全包了，費用比較貴一點點之外，你也可以跟人家共乘這個嘟嘟車，當然就是 share 的錢比較便宜一點。但是它有一個盲點，就是它只限定在某一個區域，有點像是說我今天只 focus 就是台北信義區好，那台北信義區之外的地方完全叫不到 Moving。可能今天是要逛顯羅百麗宮，然後你可能現在要到 Terminal 21， 你就可以直接叫 Moving， 就是大概也要等10分鐘到15分鐘，但是它的好處就是非常便宜，然後也可以跟人家共乘。如果說你開車真的非常塞車，我覺得相對來說機車的機動性會更高，你可以至少不會塞在車陣裡面。但是其實啊，老公會有一個比較認真的想法，我知道，他不提供安全帽，而且他的車速非常的快。此外，他在車陣穿梭的时候，我會覺得我的命好像要隨時不見。因為我剛來的時候，我就發現曼谷好像是不是沒有強制大家要戴安全帽這件事？因為剛在來的路上，我看到有2個女生也是騎機車哦，2個人就雙載，2個人都沒有戴安全帽，常常看到機車闖紅綠燈，所以我會建議你不要為了省那一點點錢去搭摩托車。
你的命如果在旅程之中突然間出意外，我跟你講，幾萬塊你都賠不了，你可能整個旅程都毀了之外，你的身心靈可能都受創。我們今天會搭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在這邊叫不到車子，所以逼不得已之下我們才坐機車，但是也是上了機車才發現啊，竟然沒有安全帽。我覺得對於我們台灣人都習慣戴安全帽來說，這件事情大家應該會比較 concern 一點，所以大家可以再斟酌看看，這邊機車是沒有讓你戴安全帽。那影片的後面呢，會再跟大家講解如何註冊以及叫車。好的，總結如下。Grab 是極有效率的搭乘方式。如果你今天的行程非常的緊湊，而且是多人共遊的話，另外沒有預算的考量，當然是首選。那如果你今天想省錢，然後行程安排比較彈性的話，我會建議耐心等一下 Bolt。最後啊，如果你真的想要感受一下在地人的搭車體驗 ，MoveMe 我相信不会讓你失望的。好的，那我們來進行 Grab 的註冊教學。我之前呢，就是在台灣這邊先輸入的手機號碼先做註冊，這時候會收到你的簡訊驗證碼，然後輸入你的姓名就可以完成註冊程序了。然後選擇你要到的國度，那我選擇泰國。接下來就直接在 App 上面點選你要到達的地方，或者是可以拉開地圖，選取你很詳細的接駁地址或者是到達的地點。點選完之後啊，會顯示這個旅程的時間以及你可以選擇的車種。這時候你可以選擇單一個或是複數個車種，然後上面也會顯示它旅程的價格。搜尋完之後，它會顯示說這個司機大概多久會到，然後他的車牌是多少，也會顯示在地圖上。然後也可以看到說你這次的旅程要支付多少的金額。但是啊，有一點要注意，只能用信用卡付款哦，不能用現金。至於 Bolt 在台灣註冊的時候，可以先用 FB 跟 Google 註冊，但是這邊要先把定位幹掉，不然你的 App 會顯示一片空白。那如果入境註冊的話，你是要用泰國當地的手機號碼才能註冊哦。叫車方式其實跟 Grab 差不多，大同小異。非常建議提早10到20分鐘叫車，因為我每一次都叫了非常的久。但我覺得 Bolt 的好處，它就是可以用現金跟信用卡付款。另外啊，司機也非常 nice， 常常會傳訊息跟你告知目前的車況。好的，另外 MoveMe 一定要用泰國當地的手機號碼收取簡訊驗證碼之後做註冊，然後將一些權利義務往下滑 ，Confirm 就可以完成註冊嘍。然後 MoveMe 它的好處就是說它可以共乘，然後或者是說你今天要包全車都沒有問題。然後當然啦，你要先儲值，儲值的方式啊，只能用信用卡預先儲值，所以這一點要請大家特別留意。所以它上下車並不是用現金去付款的哦。儲值完成後啊，就可以透過地圖或是 key in 地點，選擇你要接駁的地點以及去程的目的地。然後這邊要特別留意一下，就是它是類似區域跟區域的概念，所以你不可以跨區域的接駁。例如像是說，你不能從信義區我要接駁到大同區的道理是一樣的。另外啊，有一點要特別注意，就是你上車前要先掃一下它的 QR code， 確認你有搭到這部車之後，你再上車。另外啊，來趟曼谷，如果小玩家們不想花時間去買伴手禮，還有沒有什麼更有效率的方式呢？我推薦2種方式。第一種啊，是依照旅遊地附近的 Big C 前往自取，像我這次啊是在 Central World 逛街完後直接去 Big C 拉恰達利門市取貨。自取的地點啊就在拉恰達利門市的3樓。看到自取的櫃檯，你將你的訂單畫面出示給櫃檯人員，櫃檯員他就會引導你到結賬區去取貨哦。第二種是指定日期免運送到酒店，讓你在旅途中啊更輕鬆以及便利，免去了攜帶物品的煩惱，也能在抵達酒店後啊立即享受到你所需的商品，節省了你去尋找商店的時間，讓你可以更快的投入在旅行的樂趣之中啊。好的 ，Big C 的自取跟提前預購流程啊，先用手機進入它的官網，不用特別下載 App， 然後輸入手機，這邊一定要是他們泰國當地的手機號碼，然後收到驗證碼之後註冊完成，然後在 Search Bar 用英文 key in 你要搜尋的項目，選擇你要取貨的方式，像我這一次是自取，所以我可以選擇他要自取的門市以及付款的方式，確認訂單內容沒問題之後，預約確定合適的時間，我就會過去自取。那另外一個方式啊，就是透過提前的預約，比較不一樣的是，就是你要 key in 你的酒店的地址，輸入完信用卡資訊就可以完成採購了。第2天，跟我一起搭乘長尾船暢遊湄南河，欣賞兩岸風光，探訪隱藏版景點，讓你對曼谷有更深入的認識哦。來曼谷市區，大家都知道塞車非常的可怕，
不過有個小訣竅，就是搭遊船遊湄南河。小夫妻啊，這次玩了將近1個月，最推薦的就是坐船遊和欣賞知名的景點，像是大皇宮、鄭王廟以及臥佛寺等。只需花不到30塊泰銖啊，就能盡情享受這河岸的風光，甚至可以玩上一整天。那因為白天跟夜晚的景色大不相同，一天的遊船之旅啊，可以欣賞到不同的美景。各位小玩家可以按照我這次的1日行程，每個景點可以抓1到2個小時時間左右，保證你玩得開心也非常充實。要去搭遊船前，推薦的起點啊是從沙屯碼頭緊鄰沙潘塔克新站 BTS 2號出口，交通便捷啊，步行幾分鐘其實就可以到達碼頭乘船了。哎呀，老婆，剛好老婆啊，就是來這邊吃美食，然後享受一下人生哦，对不对？來這邊給老公帶吃美食。對呀。往前走之後，我們記得往左轉就可以看到碼頭的售票廳，右邊區域是飯店的接駁船，我們直接往前走就好了。這次啊，我是直接去紅色的房子 Charfair。這個公司啊有多條的路線經營，路線啊按旗子上的顏色區分。湄南河的遊船啊依照旗幟分着5個顏色，分別是橙、黃、綠、紅、藍。但路線啊其實只有1條，只是啊依照各個顏色的停靠站不同而已。日常的接駁服務啊是橘色與藍色的路線提供，橘色線啊是湄南河的快艇，藍色線啊是湄南河的遊船，去鄭王廟啊、大皇宮等景點，推薦在此購買哦。用個30分鐘就有一班，比在市區叫計程車有效率多了。告訴售票員你要去的站點，他會協助你購票，並且啊路上都有工作人員引導。好，高級船哦。小夫妻啊，這次推薦的是藍色旅客專線，因為它不擠人，有空調，有觀景座位。但是要提醒一點，上面沒有任何的遮蔽物，所以要記得防曬哦。另外，工作人員也會開始查驗票券。票價啊，單程僅需30塊泰銖，當天無限次來回只要150塊泰銖，不用在市區塞車，比計程車搭乘還要高捷有效率，不會像在市區塞到懷疑人生啊。遊船主要經過昭披耶河，是泰國的第1大河，俗稱湄南河，自北而南啊，貫穿泰國全境。晚上啊，也可以享受星光燦爛的河岸風光。第一站啊，我推薦從沙屯碼頭坐到鄭王廟。今天呢，我們要來探索一個超級無敵有意思的景點——鄭王廟。這可是曼谷指標性的地標之一啊！整座廟宇啊，全部都是由當年的泰國人一片片捐獻自己的陶瓷片砌成的，目的啊，就是為了紀念他們第41任國王兼華裔英雄鄭信。那鄭信呢，可是相當傳奇的一號人物，從小啊就受到貴族般的傳統教育培養。之後啊，在1764年的時候，有一群緬甸暴走蟻忽然啊想把泰國這塊大餅給咬下來，沒想到鄭信帥氣的領軍把這些蟻人全部痛扁了一頓，就這樣一舉成名，被譽為泰國的民族英雄。光聽介紹是不夠的，讓我們立馬潛入這廟宇的內部，欣賞它的美景。首先呢，就是這5座高塔，一大4小的陣仗，哇，大的那個高達79公尺，層層遞減的造型啊，相當的肅穆莊嚴。佛塔四面啊，都鑲着一排排的小佛像雕像。雖然個頭不大，但五官雕琢得栩栩如生，工藝相當的精緻。總之啊，這邊就像是一個大型的雕塑公園，雕像應有盡有。好，我現在人在鄭王廟，頂着36度的高溫來這邊稍微探索一下，因為這是我第一次來到這邊。沒想到我看到進來這邊啊，哇 ，unbelievable！ 它這個寺廟非常非常宏偉。我由低到高看的時候，我會覺得哇，就是呈現一個就是很敬仰、很敬畏的一個角度去欣賞這一片淨土跟景點。有幾點要跟各位提醒，就是說你進來這邊，它其實有很嚴格的衣着規定，你不要穿短褲，也不要穿拖鞋，盡量是比較正裝，因為畢竟這邊是佛教聖地，你還是要尊重他們當地的文化。再來，它入場費是200塊泰銖，以及啊，它會附一罐水，因為天氣真的非常非常熱，你這小罐的水，我當下大概不到10分鐘就喝完，因為是非常熱。你可以看到現場有非常多的攝影師啊，有很多人着泰服，男生女生都有，他就是可以幫你拍漂漂亮亮的照片。
我覺得啊，你都難得來到這邊，花一點小小的錢，搭配這樣的美景，拍這樣的美照，我覺得是很不錯的。因為現場人真的非常多，如果你今天有拿腳架或是自拍棒的話，也真的小心一點，不要打到別人。因為剛才被雨傘跟自拍棒大概敲2、3次，但我覺得來到這邊，你就是享受一下這邊當下的氛圍。雖然很熱，但是我覺得能來到這個佛教淨土，能這個聖地，你應該抱持一個比較虔誠的心，一個開放的心態，好好去了解這邊當地的文化，以及它為什麼要成立這個景點。我稍微剛才看了一下說明，就覺得，我好像出來探索這個世界，但是為了我自己又上了一課。還有一點啊，我想要提醒大家，就是你逛下，你會覺得它的動線其實是很明了的，不会讓人家覺得很狹窄，可以好好的散心。像我自己是男生，我自己也是会把伞带來，不然真的会晒到头皮都快烧焦。它郑王廟附近其實有蠻多可以租借泰服的地方，我看價格都不貴，大概在150塊泰銖到600塊泰銖之間。那如果你今天是有要租借攝影師的話，大概1000泰銖上下期就差不多。然後我覺得還不錯，就是雖然天氣很熱啊，但是因為它附近其實有蠻多那種販賣店，就是有賣一些飲料，然後冰淇淋，甚至也有椰子汁。來這邊你不用擔心到降溫的問題。即將要前往到卧佛寺，就可以搭他們的接駁渡了，非常便宜，只要5塊泰銖而已。購完票後啊，搭渡輪到塔倉站，只要5分鐘就到了。抵達之後啊，卧佛寺其實就在旁邊，非常的近。大家都知道全世界最大的佛像在哪裡嗎？就在曼谷的卧佛寺。這尊大佛啊，長達46米，高15米，腳掌長度啊就有5米，真的是超級無敵大佛像啊！曼谷卧佛寺啊，原為大成王朝時期的菩提寺，原名波他懶寺，意思是印度菩提迦叶的摩訶菩提樹。佛陀啊，曾在菩提樹下修行並悟道。該寺建於帕畢羅睹統治時期，但建造的確切日期和建造者已經不可考了。人們喜歡稱它為臥佛寺，它是曼谷最古老的寺廟之一，擁有最多的佛塔和佛像。在1782年，國王拉瑪一世上台執政，就下令把臥佛寺重新裝修一番，把其他廢棄寺院的珍貴佛像和壁畫全部收集過來，其中包含阿育陀耶王國被毀寺廟所遺留下來的作品。接下來200多年，臥佛寺啊經常修繕，尤其在拉瑪3世執政的時候啊，大規模的整修。現存的大部分的建築啊，就是那時候新建或重建的，包括著名的臥佛寺在內。到了臥佛寺啊，別忘了獻上小花朵，或是貼上一片金箔。泰國人相信啊，在佛身上不同的部位貼金，可以得到不同的好運加持。沿着臥佛寺的走廊啊，你可以看到牆壁上刻滿了各式的碑文，內容包羅萬象，從建築到醫學、文學、風俗，簡直就是泰國版的第一所大學院。此外啊，泰式的按摩的根源地也是在這邊哦。在西方醫學傳入之前啊，臥佛寺就已經是醫學教育的重鎮了。好的，現在我人在臥佛寺，我進來花了大概300泰銖左右，然後进來可以看到就是金碧輝煌，整個臥佛非常大的躺在那邊。從它旁邊的壁畫、枕頭後面的雕刻，甚至它腳底珍珠貝所弄出來的繪畫，其實非常非常的驚人，非常值得進來。因為你花少少的錢，可是你可以看到一個 amazing 很不可思議的工藝品。逛的時候啊，你其實不會覺得很熱，但是有一點要注意，就是你要小心扒手。第二點，進來之後你要拿綠色袋子把你鞋子放進去，你要脫帽，就表示你要對佛教的淨土淨地，你要表示非常的尊重。佛像身後的走道有108個缽。現場可以換取硬幣投入缽中，1缽1枚。投幣時許願，這是當地特殊的許願方式。佛寺內啊，共有99座大小的佛塔，高7米的佛塔就有71座，還有高41米的大型摩訶佛塔4座，有塔林之稱。總之啊，這個超級大號臥佛寺，儼然就是曼谷文化遺產的活化石，藏着滿滿的歷史故事和文化瑰寶，絕對是觀光客們不可以錯過的重點。接下來離開臥佛寺，我們可以走10到15分鐘就可以到達大皇宮。大家可以看到啊，四周長達1.9公里的白色城牆，像是啊跳進了一座中世紀的堡壘城啊。另外啊，會比較建議大家走左邊有樹蔭的走道，會比較涼。接下來第3站啊，我們來到大皇宮。大皇宮啊，在泰國的地位猶如故宮在台灣一般，非常的重要。
這可是拉瑪一世開始一直到8世為止一連串泰國皇帝們御用的宮殿哦。目前是保存最完整、最具泰國傳統風格的皇宮建築，加冕大典、皇家慶典，通通都可以在這邊看到。宮內啊，總共有22座古蹟式建築，4座主力宮殿最是氣派非凡，一字排開啊，非常的吸睛。走廊的牆壁上啊，繪滿了精緻的壁畫，一共有178幅。當下看到真的非常的震驚，都是第一世皇時代的作品。這是勒達舍利塔，它是拉瑪4世時建造的圓形塔。舍利塔中啊，據說供奉着佛祖的胸骨舍利，身在陽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輝。有趣的是啊，大皇宮還有一個小吳哥窟模型，它是拉瑪4世按照柬埔寨吳哥窟所建成，小巧精緻。大門口啊，那些生動的人物石雕，全部都是由中國所運過來的古董。其中啊，景區內的大雄寶殿是我最難忘的景點。殿內供奉着拉瑪一世迎請入室的泰國國寶玉佛像。大殿內啊，不能拍照，給大家看看照片咯。服裝啊，按左至右分為熱季、雨季、涼季。好的，我剛才進到大雄寶殿呢，我真的覺得大雄寶殿真的超美。我想說，應該在這邊就是感受一下他們皇宮的氛圍，然後拍照怎麼樣之類的。但沒想到我進到大雄寶殿，哇，整個心情都非常的沉靜。雖然是不能拍照，但是我稍微看一下，裡面非常非常挑高，包含它的壁畫、它的雕像，然後它的梁柱，然後它的玉佛的擺飾以及它的色澤，会讓你很驚豔，非常非常驚豔。然後再加上，因為它裡面非常非常挑高，所以你會覺得啊，身心靈都覺得非常的舒暢。然後它裡面有一些你可能需要注意的點，就第一個你要脫鞋，第二個就是你進去的時候是不能拍照的，然後第三個是我看到有很多人是用躺着做，所以這件事是不建議，是你要做的比較正襟危坐，稍微有一點點端莊，你不能整個躺着，因為其實畢竟裡面是佛教聖地，所以你還是要保持着應該有的禮貌跟禮儀，就是對他們泰國人來講，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地方。看到有其他國家的人，就是可能講話非常非常大聲，然後因為裡面其實有很多泰國當地人他們在靜坐，就是還是要給他們當地人一個尊重啦。因為你來旅遊，雖然心情是很開心啊，很想跟家人多多講話，可是我覺得你應該當下好好靜下心，想一下為什麼他們當初會建造這樣的一個宮殿，然後他們的壁畫代表的含義是什麼，以及他們整個雕像給你傳達出來的理念跟想法是什麼。大皇宮外表一片泰式風景，內在啊可是來自中華文化的熏陶啊。這種東西合併的建築風格，反而更添加了一股獨特的異國情調。到曼谷旅遊時啊，這處融合了東南亞和中國元素的皇宮，絕對是必看的重點啊。我今天是早上大概是9點的時候來到這邊，然後人還是非常非常多，因為我想要避開下午2點到3點的酷暑，建議大家可能大家8點就準備開始可以入場了，因為這時候的陽光比較沒有那麼刺眼，因為並不是正陽光從上面照下，而是側光，所以你在拍照的時候，或是說你在錄影的時候，它的光線跟色澤會比較漂亮，所以這點是大家注意。然後再来，一定要帶傘，因為這邊其實遮蔽物很少，非常非常少。因為人非常非常多啊，可以預留比較彈性的時間。因為稍微研究一下，這邊可能可以逛2到3個小時，但是我覺得你不要讓自己那麼累，不然你真的會中暑。你可以拍一下，然后看一下，找個地方休息一下，喝口水，讓自己的體力稍微恢復一下。另外，館內也非常貼心，如果你今天要補充水分的話，館內也有咖啡廳或是小販賣部。另外啊，入大皇宮請保持衣着得體。皇宮的附近啊，也有販售跟租借泰服，這點不用太擔心哦。逛完大皇宮後啊，為了避開酷暑，我推薦附近一家榴蓮餐廳，那裡的冰品啊，絕對可以讓你一解炎熱的不適，享受涼爽的愉悅。位置啊，就在曼谷著名的文青夜市
馬哈拉碼頭集市，交通很方便，距離大皇宮只要7分鐘，步行30米就可以到了。好的，我們逛了鄭王廟、臥佛寺以及大皇宮之後啊，我們找了一間非常非常特別，專門賣榴蓮的各式甜點。今天可能是賣的是蛋糕、火鍋，甚至是冰沙，或者是他有賣榴蓮的披薩。我們非常非常非常期待，因為我們其實在台灣非常少吃榴蓮，可是能來到這邊吃榴蓮，我覺得非常非常開心。這一盆榴蓮火鍋是他們的 signature， 他們的招牌。哇，一上來的時候煙霧縷繞。然後上面打了奶油啊，看起來是榴蓮的冰淇淋，以及應該是他們很像糯米飯，對不对？糯米飯的小甜點去做點綴，榴蓮味的煉乳，我就被燻到了，香氣是有马上撲鼻而來。那我們就來開吃啦，沾一點奶油，試吃咯。好濃郁哦。好舒服，原來榴蓮這個味道，我是從來沒有吃過榴蓮的。之前我吃其他榴蓮的那個零食伴手禮，還有被燻到、臭到。可是它這個榴蓮的冰淇淋是我覺得一般人都可以接受的那種，因為它的榴蓮很香，它帶有一點點奶油的香味，不是那種榴蓮很臭會燻到你的那種味道，它是有點帶有奶香的那種榴蓮味，出乎意料的好吃。刚來的時候還有點擔心說我會不會就吃一口就說恐崩卡，然後就走掉了。对，就而且這個造型實在很適合拍照，上傳 IG 打卡，真的超適，因為它那個擺盤加上那煙霧縷繞，跟你講超夯。你試試看，來了來了，但我能接受，因為好臭，跟臭豆腐一樣臭。那奇怪，你冰淇淋能接受，但是塊狀生食的你就不能接受。要混在一起吃，比較有層次感。好的，我们刚才吃完榴蓮爸爸，我覺得真的非常好吃，但是它價格稍微貴了一點點。那它離碼頭其實也不用走非常久，所以如果大家吃膩了一般的泰式料理啊，或是一般的甜點，我覺得來榴蓮爸爸這邊吃一下，我覺得也是個不錯的選擇。我覺得它的榴蓮冰很好吃，一般不敢吃榴蓮的人應該也會喜歡吃它的榴蓮冰。我們現在要去他們泰國人當地才會去的早市，叫做汪郎市場。直接買單程的票券到N10，在N10的時候，我們大概走200公尺就可以到汪郎市場。然後汪郎市场啊是被泰國人譽為他們當地的早市。那汪郎啊也是他們泰文中叫做後宮殿。為什麼叫後宮殿呢？主要是因為早期拉瑪一世他在給他的王子們建造宮殿的時候所創造的這樣一個區域，後來他這個區域廢掉，但是這個地名被保留下來了，也讓當地人在這邊成為一個非常熱鬧的早市。那就隨我們創世小夫妻前往這早市去探索一些很奇妙的美食吧，因為我們這邊也沒吃過，所以我非常非常期待。那我們就 Let's go 咯。這個市場超 local， 一定要來悠閒的逛吃一下，感受曼谷的市井煙火氣息。這裡絕大多數的店啊都沒有英文招牌，因為他們做的是本地人的生意，客人啊都是附近的泰國大學生，或是旁邊有一所巨大醫院的工作人員，天天熱鬧非凡。從早上8點到晚上6點，吃的東西很便宜，只能用現金付款。主要是泰餐，有一些中式的麵館，也有日餐。這地方白天去比較好，中午最熱鬧，純粹泰國人的市場。晚上啊都會收得比較早。不用擔心語言不通的問題，即使是最簡單的小攤啊，賣貨的啊也會簡單的英文。大家看到上面其實是有擋棚的，所以就是你在逛的時候也不會去曬到說讓你覺得很不舒服的。所以就是我覺得它的設計算是還蠻貼心的。如果想上廁所，也不用擔心有付費廁所哦。我們剛剛逛市場的時候啊，然後經過這邊，發現他們那個豬腳看到燉的非常的軟爛，然後再淋上那個醬汁，然後配泰國長麵，就覺得看起來好好吃，然後我們就進來了。然後發現進來這邊啊，幾乎都是當地人在這邊吃，而且那個老闆非常的熱情。那我們就來吃吃看嘍，好吃，它的肉不會到很柴，它因為我剛剛吃的是瘦肉，我現在來吃一口它的肥肉。剛剛那個肥肉就是因為看到它在外面切得很軟爛，我們就想說看起來好厲害哦，來吃吃看。這超好吃，我知道那個我知道。哇，我今天可以跟他說我全部都要肥肉嗎？那肥肉真的滷得好軟爛哦。入口即化，它的醬偏甜鹹的味道，我覺得這個口味是台灣人會喜歡的，好吃。接下來看到5顏6色的糕點，我跟薛仁真的忍不住了，買了1-2塊來吃。然後老闆啊也非常熱情，因為我們不懂泰文，我們就拿 Google 翻譯給老闆，然後老闆就跟我們講說這個是什麼東西，非常的熱情。
賣很多可愛的小甜點。然後拿了一個黃金南瓜糕，上面還有椰子絲。南瓜的比例很重，所以吃起来就非常的南瓜哦，我嘴巴都是南瓜的味道哎。然后南瓜的香味再加上椰子絲，其實我覺得很搭哎。對啊，我們看到有一間小麵店，然後非常多的當地人在裡面吃麵，然後我跟薛仁呢就抱持着好奇心進去，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menu 上面呢，你可以選擇你麵條種類以及湯的種類，你可以選擇乾的或是湯麵，非常的齊全。在這麼熱的天氣下，我們還是堅持來吃麵的原因是因為對，而且是非常非常熱的湯麵，是因為它裡面拍的超級多人，當地人都來這邊吃，我覺得如果不進來吃一頓，我覺得對不起這當地的文化。我們今天點的是雞湯麵跟沒有辣的魚丸湯，湯麵的靈魂在於湯，湯頭是能想得到意麵王的那種湯，沒有到很突出。那我吃拉麵，雞蛋麵好吃哎，而且怎麼有點像拉麵的那個口感啊？看起來就很像拉麵啊，細細的，很好吃哎！我在吃什麼？湯我覺得不可以，但是我覺得麵很好吃。好，我在吃它魚丸，魚丸是新鮮的，好吃的，是 Q 彈的。好了，我們現在來到一個小攤販，看到那個綠綠的，很像哥布林香膏來了。你这樣講很惡心哎，因為它那個顏色是綠綠的，很鮮豔。這次來這邊啊，它的價格相對比較便宜，大概只要30塊泰銖，因為我們點的是小份，一共有8顆，因為我跟他們2個已經吃掉2顆，一共8顆，真的超便宜，台幣換算下來才27塊台幣而已。好，那我現在試吃了，不出所料，其實他們的香膏都是有一點嚼勁，好吃的，帶一點斑斕的香氣，我覺得超棒的，所以這個蠻便宜的，可以當個小甜點。Q 度啊，已經接近於台灣的黑糖糕了。很像中午的便當菜色，你今天要吃哪個？中午每天吃不同的泰式料理，60塊。接下來我們經過一個麵店，然後看到小櫥窗上面有5顏6色的麵條，但是竟然是賣冰的。天氣實在太熱，我跟薛仁忍不住進了一間麵店，但是這間麵店它竟然有賣冰，更誇張的是它那個碎冰裡面啊，竟然是甜麵，有綠色的麵跟粉紅色的麵。如果你今天閒着吃，你想吃麵也可以來吃甜的麵。而且它裡面是加了那個椰奶，所以那個口感上是蠻特別的。先為大家吃看看，真的是吃麵哎，没有到很喜歡，30塊泰銖而已，超級便宜。所以來這個早市啊，吃東西很多樣化，也很便宜，你就覺得來這邊好像實現了一下財富自由的感覺，就是你想吃什麼就吃什麼。我們剛剛買了一個迷你的鬆餅，其實我們剛剛經過的時候就發現它蠻吸引人的，那我們繞過來回來再去買，而且老闆娘非常的熱情。剛剛還請我們吃一個現做的，現做的真的是好好吃。那時候它薄薄的，上下兩片，我可能想說它只是薄薄的鬆餅，裡面是沒有夾料的，但是它因為中間是有一點點濕潤，它再把它2個夾起來的口感，所以它會變成是外面有一點點脆脆，但是裡面就是濕濕軟軟的口感，吃起來很好吃。這間果汁店啊，讓我跟薛仁回台灣之後依舊念念不忘啊。那我剛剛只是想說，我有點口渴，想要喝一下柳橙汁。你幹嘛有點裝無辜的樣子？因為我剛剛有一點過分了，他剛剛寫說30克59塊，他說30克59塊也太貴了吧？哦，算了，因為我現在很渴，又有點想喝酸酸的，他就點了，結果他拿來這一大杯，我傻眼。而且我剛剛真的預期它很小杯，就一拿来是這樣子。對不起，我一直以為我在台灣。幹嘛？你幹嘛？你幹嘛？你有必要這樣嗎？管在不管你業配哦，超過癮的，不是那種色素的味道，是真的是很柳橙，它是冰沙的。我現在整個超熱，我喝這個超爽的，女生補充維他命 C 很棒。在市場的入口處啊，我們看到一間賣麵包的店，排得非常多人。55塊是這麼大一條的麵包，我覺得真的可以全家人一起吃這個肉鬆麵包。你看它中間超多肉鬆餡，而且它的麵包真的好鬆軟哦，因為剛出爐的熱熱是特別的好吃。你也不會說因為你沒有吃到它中間的肉鬆餡就沒有口感，因為它連旁邊的麵包皮也非常的好吃。這間真的是很多人來這間市場會必買的一間麵包店，因為它很便宜，價格非常的便宜，分量又很大，很扎實的鬆軟口感，推。體驗完汪郎市場的地道風情之後啊，下午你可以到愛康斯漾這邊去避暑，吹吹冷氣，吃吃美食。身為曼谷最大的購物中心，愛康斯漾絕對是旅遊曼谷的必去景點。這裡匯聚了泰國3000多種地道美食，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美食，尤其是日韓美食，應有盡有。除了令人垂涎的美食天地，愛康斯漾還集結了30多個國際的頂級奢侈品牌，
以及泰國本土的時尚品牌，是購物狂人的天堂啊！若說啊要我推薦的話，我會建議去地下1層的水鄉市集，這裡雲集了泰國的各式小資，選擇之多，叫人應接不暇。比起國內的小吃街，這邊的環境明淨涼爽，食材新鮮衛生，你覺得可以大快朵頤，吃到撐為止。我們來到最有名的居城，有點像水下市集的這樣一個市集。但是啊，我老實說，因為我在曼谷生活了一段日子，我發現這邊真的非常的漂亮，大概是我去過所有百貨公司的美食街，它這邊裝潢非常非常的到位，它每一區包含它音樂、它的布置，真的超華麗，所以來到這邊會有點驚奇驚豔。不過它的價格貴了大概4到5成有，因為我剛才看一下魚麵的部分、船麵的部分，大概市區的行情大概40到60塊之間，這邊已經大概到了100到120之間，甚至是說它的脆皮豬排啊，或者是它的海鮮類都稍微貴了一點。如果你今天想要走一個比較小資的旅行，我會建議你先在市區裡面吃完，再來這邊逛鄭王廟、卧佛宮以及皇宮，在這邊愛康西洋這邊逛街，然後體會一下這邊氛圍，可以買一點小吃，然後享受一下當下氛圍。但如果是吃正餐的話，我覺得一個人400-500塊是跑不掉。市集內啊，更有不少網紅的打卡店，值得你細細把玩。好可愛哦！你媽應該很喜歡這種小東西。傍晚时分到了，最推薦去河濱碼頭夜市，享受美食，並且享受河岸風光。這邊啊，如果想要節省一點旅費的話，你可以從沙屯碼頭直接搭免費的接駁船到河濱夜市，船夫會等到船上的人數大約都滿了之後才會開始開船，所以必須等待一下哦。相反的，如果你今天逛完夜市，你要避開人潮回到 BTS 的話，你也可以坐接駁船回到沙屯碼頭哦。河濱夜市啊，位於昭比耶河河畔，原本是廢棄的倉庫群，規劃成熱鬧的河濱夜市。一旁啊，就是曼谷最大的摩天輪。河濱夜市的商家非常多，有室內、室外區，環境整潔。1到4區啊為伴手禮商店，各種的小物店。5到6區啊為美食街和展演區。神秘屋啊，第三性的展演秀都在這邊。7到10區是比較大間的服飾、包包、飾品店。河濱區則是萬豪集團的酒吧和餐廳。我們現在來到河濱夜市，那河濱夜市啊，我跟薛仁其實來了2次的心得都是覺得這邊的氣氛非常非常的美。因為畢竟這邊是觀光客的地方嘛，所以它的價格當然會比市區還要來得高一點。但是我覺得這邊的氛圍是真的超美棒，尤其是你剛下船的前面這一排，我覺得如果說你要求氛圍的話，你多花一點錢在前一排的酒吧啊、餐廳用餐，看着河畔的景色，還有海盜船啊，我覺得真的非常的有氛圍。而且它這邊還有現場唱歌演奏的。而且我們今天是平日來，我發現到人好像沒有這麼的擁擠，人潮不會太多，所以你逛街起來都是非常的舒適，甚至你要拍照的话，也可以很容易腾出一個空間讓你拍照。对，所以建議平日來，又可以搭船欣賞河邊美景，非常值得來。另外，河濱夜市裡面呢也多了 Big C， 如果你想在這邊採買一些基本的伴手禮的話，這邊也都可以看得到哦。這邊有很多生食、熟食以及零食，然後化妝品等等之類的日常生活用品，這邊都可以在這邊看得到。顯如商圈怎麼逛才不會迷路呢？精選必逛的百貨、特色小店，晚上啊2大知名夜市，跟我一起爽吃逛街吧。該怎麼走才不會走回頭路呢？各大商場之間啊都是步行皆可到達。地圖路線啊我會分為路線1跟路線2，最推薦的是從路線1。為什麼呢？最主要是說你第一站可以先去顯羅百麗宮這邊先填飽肚子，吃飽之後你再好好的逛街，比較不會太累哦。好的，我現在在顯羅百麗宮享用我美好的午餐。1樓大部分都是以國際的精品為主，例如像是 Prada、Gucci、LV 這些國際知名的品牌，多半都進駐在1樓。室內的裝潢其實感覺上是非常的華麗。最誇張的是它 B1 的那個美食街，食物跟餐廳真的超級多的，人也非常多。但是有一個優點就是你可以在這邊吹冷氣，好好的享受一個美食，好好吃一頓飯。另外啊，因為它的 B1 也是
海洋世界，所以有很多親子團就可能帶着小朋友下去B1，你就可以看到水族館。這個美食街林立很多米其林的一些小吃，所以你今天如果不知道吃什麼哈，我覺得你可以第一站先來顯羅百麗宮這邊先填飽你的五臟廟之後，你再到其他的像是顯羅探索或是顯羅的廣場這邊再進行你的下一站。所以我覺得第一站很適合這邊先填飽肚子，帶小朋友去逛逛海洋世界。之後啊，你再去做shopping。这個百貨公司其實非常的大，所以你一整天可能也逛不完。我覺得它很好的是它這個顯羅站，它有一些空橋連接着不同百貨，所以你也不用忍受着夏天的高溫在這邊走來走去，你可以在這個天橋上面慢慢走。確定你要到下一站，你就好好過去就好了。接下來美食街的儲值方式就是你找到儲值的櫃檯，把你的現金拿給櫃檯，櫃檯它就會給你一張美食卡，然後你就可以拿着美食卡去尋找你想要吃的美食，然後把這個卡給櫃檯人員，櫃檯人員他就會去扣款，扣款之後啊，他就會把你所需要的餐點拿給你。當你吃完你要離開顯羅百麗宮的時候，你再把這個卡拿回去給櫃檯，他就會把現金退還給你嘍。顯羅中心是當地人最愛的購物中心之一，這裡匯聚了許多泰國原創的設計品牌，充滿了年輕的活力。如果你喜歡繽紛的顏色、獨特的設計，這邊絕對是你的天堂。整個樓層啊，G 層大部分都是一些連鎖品牌，像是 Nike、艾迪達等等。M 樓大部分是韓國的設計師品牌，風格獨特又平價。1到3樓啊，主要是潮牌美妝或是泰國本土的品牌，都可以在這邊找得到哦。顯羅探索，這裡不僅僅是購物中心，更是時尚潮流和創意設計的聚集地。在逛之前啊，建議先去 M 層3號門打卡網紅橋，不管是白天或者是晚上都非常的多人。這邊會建議3點到6點的時候去拍，主要原因是因為這時候陽光比較柔和，拍起來的照片會比較美哦。樓層簡介的部分，1樓主要是一些輕奢品牌，像是 MCM、Kate Spade。2樓主要是科技和時尚的結合體，有 LG 或神送的體驗店，還有一些泰國設計師的品牌。3樓則是一些生活用品的展示區，從廚房用品到戶外裝備應有盡有。4樓跟5樓主要是美食控跟各種紀念商品和手工藝的聚集地哦。MBK Center 是泰國當地人比較多的商場，平價的服裝、鞋帽、旅遊伴手禮比較適合淘貨，但不適合仔細的逛。如果真的要捨棄一些百貨公司的話，我覺得這一間並不一定要特地來這邊晃一下。泰國的顯羅廣場有很多泰國本土的品牌集合店，一個充滿年輕氣息的商業步行街，簡直是女孩子們的購物天堂。很多可愛的衣服和飾品以及娃娃，重點是啊，很多店面都裝潢得很可愛，風格明顯，很好拍照。晚上的顯羅廣場啊，有人駐唱，氣氛感非常的十足。有幾間店啊，很推薦給小玩家們。初來乍到時啊，一定必逛的 ASAP 聚集本地年輕人的集合店，店面只有1層，但東西非常的多，衣服、包包、鞋子都有。CP 值非常的高 ，Gentle Woman 不誇張，泰國的女孩基本上人手一個 Gentle Woman 的包包，真的很百搭，價格在幾百塊泰銖。這家店無論是衣服還是包包的款式都非常的齊全，很多款式在其他的商場裡面都找不到，所以它這家的特殊性是有的哦。Frank 屬於街頭風，適合喜歡 oversize 的 T 恤，或者想買一些花襯衫、帽子，都可以在這邊逛逛。Daddy 裝修風格很拿捏小女孩的甜美少女風，1樓的品項啊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好逛，當然人也非常的多。2樓啊主要分為大頭貼區和衣服區，大頭貼不需要排隊，可以去拍一組哦。這家店的 Care Bears 的顏色不少，也有很多可愛的小玩偶和手工品，很適合去買一些手機的掛件跟小配件哦。這家店啊是在曼谷非常火爆的排隊餐廳，已經開店了42年，是非常平價美味的泰式餐廳。建議啊在這邊可以先定位，之後在附近逛逛街，等到時間差不多之後，你再回到這間餐廳好好享用你美味的一餐。
如果逛街逛累了，這間粉紅色的外裝的飲料店，你第一眼一定會看見。這間店主要是賣水果冰沙，大家可以看到，哇，排得非常多人。這間店主要是賣生醃海鮮，價錢非常的便宜。如果有來逛街啊，可以來試看看哦。離開商圈後，你可以走大概5分鐘的路程，就可以到 Central World 的大型百貨公司，或者有伴手禮需求的話，從 Central World 旁邊的天橋走過去，大概只要2分鐘就可以到 Big C 了。最後啊，再到十字路口旁的四面佛參拜，為這次的旅程留下美好的句點。曾經風靡一時的拉恰島這夜市，現在以更盛大的規模在喬德夜市重生。如果你是從市區其他地方出發，可以建議搭計程車。如果情況允許，還是會建議搭捷運，主要是因為市區非常塞車，你搭計程車的話，很有可能會堵在路上。喬德夜市一個結合了傳統與現代的夜市，不僅有道地的泰國小吃，還有許多文創商品等着你來挖寶。想體驗曼谷最獨特的夜生活，喬德夜市絕對是你不容錯過的選擇。為什麼要去喬德夜市呢？一句話，超方便。當你結束大型百貨的購物行程，來喬德夜市吃東西，為你的曼谷之旅畫下完美的句點。這裡距離機場快線超近，讓你輕鬆搭機返台。我们刚刚吃的时候，因为它的外皮就像我們吃那個可麗餅很脆的口感，但是它裡面啊很奇妙哎，這樣是有蝦子的味道，它吃起來是很特別，好吃哎，這個可以試試看，這在台灣你是絕對沒有吃過這種味道。保持着一個有點像是回來到台北市的信義區，在信義區這邊逛夜市那種感覺，因為就旁邊就是高樓大廈這樣。在信義區旁邊吃熱炒，比較可惜是它這邊沒有冷氣啊，它比較戶外，吃東西的當下其實是非常的悶熱的。我們今天呢，就是來到非常知名的專門賣火山排骨的店，我們點的這個是小份的，這個是 M size 的，兩個人吃的話，這個小份應該是還 OK。對，但我剛才稍微看了一下上面的肉，看起來是我要去用啃肉的方式把它啃下來。那不就是要用啃肉的方式嗎？那我這樣看，小時候我最愛吃啃肉了，上面肉好像蠻豐富的，它有一些佐料，所以其實看起來好像還蠻過癮的樣子。那上面還有很多蔥花，它其實配色就會讓你很想吃，忍不住了，就像張飛吃肉一樣，這樣大口吃肉，終於可以實現以前那個在古代大口吃肉的感覺。上次好過味啊，它的肉其實很嫩，其實這樣啃肉超爽的。泰式的，酸酸辣辣，好過味哦，好過癮，好辣哦。如果你喜歡吃辣的，已經超爽，它味道很鮮明的。我剛才稍微一拔啊，它的肉馬上就輕輕的就滑落，所以你不用花很多力氣。如果今天是女生來吃，戴個手套也會吃到優雅。你看老婆吃的多優雅，多開心啊！你不用這樣啊。不用這樣吃，你就輕輕慢慢剝就好。這好蠻可愛的。走着走着啊，我們發現到一間很有趣的店，就是專門賣卡通煎餅。雖然選了一個非常難的卡通人物，我們在拿給店員的時候，就在想說，他到底能不能畫得出來呢？兩個外國人在旁邊一看就說：“哦，拿不到。”是不是很感動？對啊，很感動哎。有那個木葉的標誌哎。剛剛看到他畫出那個頭髮跟那個匾額，我就覺得很感動，眼淚就要掉下來了。但是成品也覺得可以啦，我覺得鬆餅的話這樣蠻厲害的。你就把它當做是一般的奶油鬆餅就好了。
但熱熱吃其實還不錯。喬德夜市啊，相較於其他夜市雖然小了一點點，但是它的交通實在非常的便利。如果你今天是第一天到曼谷，你可以先來這個夜市，或者是你要返台的時候，你也可以在出境之前來逛一下這個夜市，祭祭自己的五臟廟。西納卡林火車夜市是曼谷另一座深受當地人與觀光客喜愛的夜市。相較於喬德夜市或河濱夜市，西納卡林火車夜市更具文青氣息，擁有許多獨特的古董、二手商品和文創小物，是挖寶的好去處。為什麼要去西納卡林火車夜市呢？主要是它有獨特的氛圍。相較於其他的夜市，西納卡林火車夜市更具文青氣息，適合喜歡挖寶和尋找獨特商品的人。從古董、文創商品到美食小吃，應有盡有。這邊也非常適合拍照跟打卡，大型的裝置藝術和復古的氛圍非常適合打卡拍照。這個夜市非常大，號稱是曼谷夜市版的卡都卡。为什麼呢？因為它除了吃非常豐富多元之外，還有一些古着、二手衣物、飾品可以逛，佔地非常大。我今天在來曼谷啊，你沒有好好逛這個夜市的話，我覺得你會對不起這趟的旅行。好幾年前來的時候，非常的大，很多各式各樣的東西，你想不到的東西這邊都有賣，非常的特別。舉例來說，台灣的夜市可能大家會覺得它的同質性太高了，這邊的夜市每一攤你都可以逛很久，我會覺得是抱持着一個挖寶的心態，所以來這邊看一下他們二手或是他們復古的商品，會不會有什麼新的發現？點的第一道我就選了香蕉煎餅，因為來到泰國一定要吃香蕉煎餅，不知道為什麼它這邊香蕉煎餅就是特別的好吃，而且你看這個分量多麼的多，超級大份的。這個分量等於是我們台灣蛋餅的2倍的分量哦，裡面還加了香蕉。但是選的是能多益的口味，你看它上面撒了非常多的能多益的醬，不是那種可能直接撒中間，用邊邊角角沒有撒到，它連整個都鋪滿了滿滿的能多益，好期待哦。那巧克力跟香蕉就是一個很好的搭配，期待。我先吃邊邊角角，因為我最喜歡吃邊邊角角有脆脆的口感啊，吃了。好吃，但它還少了一點點脆度。但是我是個人比較偏好吃再脆一點點的香蕉煎餅，所以我想有沒有可能跟店員溝通說，可以再煎脆一點點的香蕉煎餅。在台灣我非常愛吃鳥蛋，但是我來到這邊我有點嚇客，大家看一下。上面有是不同的佐料的鳥蛋，這樣一串20塊泰幣，上面有不同的料，因為有時候你吃鳥蛋吃到後面有時候會膩，你會加一些什麼蒜蓉醬啊、辣椒醬，哦，好好吃哦！我覺得吃這個真的超爽，是第3個、第4個、第5個上面不同的佐料，你會很期待，而且這一串只要20塊，我覺得超值得的。終於讓我可以鳥蛋財富自由，這超爽的。看到这一串就忍不住，大家猜多少錢？這一串只要20泰銖。大家看一下上面有多少個金針菇，下面有用青菜做點綴，再用一個鳳梨做結尾，怕你可能過膩這樣。先來吃一下，上面醬看起來蠻多的。居然才20塊不錯。我覺得它醬好過味哦，好好吃哦。難怪我看前面客人他買3、4串就直接一盆就拿回家了，還幫你熱熟，所以你吃起來是有點溫度，我覺得還不錯。我先讓大家看一下裡面的分量，好大哦，有點扯哎，好大片哦。你跟你的臉比一下，這也太大片了，這等於像那蘿蔔絲餅的分量，而且這麼厚。各位觀眾，這一包40塊泰銖，我剛才吃那個分量已經可以3個人吃了。像蘿蔔絲餅裡面，它是內餡是濕滑的。超级黑的耶，好黑哦！
好吃的，想象得到外酥內軟的口感，但是因為這邊雞蛋仔價格真的很便宜，我根本是台灣的1半了，便宜用。如果有機會，一定要來這個夜市，絕對不會讓你失望的。假如遇到下雨天不想出門，精選曼谷超人氣的網紅餐廳，以及推薦幾間隱藏在巷弄的特色咖啡廳，最後加碼不想花大錢住飯店，精選曼谷 CP 值超高的青年旅社。小夫妻想跟大家分享，從新手到老饕都能參考的曼谷美食地圖，將餐廳分為米其林等級、老饕必吃、網紅打卡店、高 CP 值美食。事不宜遲，就讓我們一一的品嘗吧。各位吃貨們，你們吃過泰式壽喜燒嗎？你們知道泰式壽喜燒和日式壽喜燒有什麼不同嗎？這家 Elvis Suki 就是一家專門做泰式壽喜燒的老店，連續6年獲得米其林推薦。他們的湯頭酸酸甜甜，配上 Q 彈的冬粉，完全顛覆你對壽喜燒的想象。泰國人吃壽喜燒可是有獨門秘訣的，他們會把各種食材沾滿醬汁，然後大口大口的吃，保證讓你吃到欲罷不能。店內也提供多種海鮮料理可供選擇，菜單也有中文的顯示，以及分量可以分為小份或是大份。壽喜燒也可以分為乾式或是有湯的哦。連續好幾年榮獲米其林大獎，點2份，一個是牛肉炒冬粉，然後另外一個是奶油烤扇貝。我跟你說，這2個真的超好吃的。吃那個牛肉炒冬粉的時候，味道真的超級無敵濃郁，牛肉好嫩哦。這麼小盤應該沒有什麼吧？我一吃它的青菜、牛肉、冬粉 match 在一起，真的超完美。我想說它那個調味應該沒什麼大分，但是沒想到它調的有一點點辣，吃起來是非常的鮮嫩。牛肉本身就已经很夠味，再加上它的調味，我覺得非常非常到位。大家可以看到，就看它現場有蠻多工作人員在包奶油加扇貝的。我在旁邊看，我覺得哇，口水都要掉下來。我今天只有一個來，我跟他說我要小份的，所以他就幫我上了6個扇貝。還沒打開之前，哇靠，整個奶油的香氣撲鼻而來，超香，裡面是個寶石一樣。吃到那個扇貝的時候，那个扇貝超好吃，超 Q， 超鮮甜，又搭配奶油的香氣，你會覺得哇，這個是在台灣很少吃到這樣的做法。上面還留有奶油的醬汁，哇塞，超誘人，好想一口把它舔掉。海鮮我覺得是真的非常非常新鮮，比如說像剛才奶油的味道，可能吃膩吃久就好像舌頭跟味覺就麻痹，可是它還附3個小盤子，這3個小盤子不同的味道，有魚露，有泰式辣醬，配起來你絕對不會吃膩。距離 Elvis Suki 不到5分鐘的路程，又一間連續多年獲得米其林推薦的泰式餐廳。這家最著名的就是他們的魚粥，用新鮮的魚熬煮的湯頭，喝起來鮮甜美味，搭配上軟嫩的魚肉和各式的配料，像是鮮蝦、蛤蜊、蔬菜等等，讓你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自由搭配，絕對是必點的經典菜色。你發現它的價格其實是有點點便宜，像我點的這一碗是海鮮粥，它裡面是有包含鱸魚、魷魚以及蝦子，那它的價格大概是200塊泰銖。試嘗了一下，我發現到海鮮蠻新鮮的哦，沒有任何魚腥，因為我剛剛吃它的魚肉蝦是有嚼勁的，它的肉質其實是鮮嫩的，只是我覺得有點可惜，可能它美女上的圖片弄得太漂亮，我會誤以為說這一盆它的外表我會看起來就是很豐盛，但沒想到它來的時候我有一點小傻眼，就說怎麼只有碗的1半，至少你把湯撈滿，或者是飯多一點沒有關係，料少一點沒關係。它跟圖片的落差實在太大了。你現在是喝熱粥，店裡面是沒有任何冷氣，我在吃的時候是有一點點汗流浹背。不過它很好啊，店員他一上來的時候就會送你一杯冰茶，免費的，你可以喝一下，稍微消消暑。另外他們家的獨特醬料酸辣開胃，能讓整碗魚粥的味道更豐富哦。那我覺得這一間沒有到很推，蘇拉隆功大學道旁邊這邊非常非常多可以吃的，味道是 OK， 但是價格稍微貴一點，這個就見仁見智。這家餐廳位於蘇坤衛區，距離 BTS 蓬蓬站只要5分鐘的步行距離，是一個擁有超過50年歷史的小店，以道地的泰式豬肉麵聞名。這間以彈牙的麵條、豐富的肉湯和軟糯的肉丸獲得米其林的認可。這裡的價格親民，即使獲得米其林的推薦，消費依然相對的便宜。餐廳的經典菜單包括鮮美的湯麵，你可以選擇小份或是大份的，並依據個人的喜好添加滋滋的魚丸或是脆魚皮。這裡的麵條可以自選，包含細麵、河粉、粿條和粗米粉等等，並且也有乾麵、清湯以及著名的酸辣湯底等多種選擇。
我今天點的是豬肉清湯麵，是用寬粉的麵條，我還多點了一杯那個柳橙汁以及魚餃。柳橙汁很不可思議的30塊泰銖，想說應該就是很便宜那種化學調味那種柳橙汁，但沒有想到它是裡面竟然是有柳橙的果粒，而且很大一顆。我剛剛喝下去，哇，就觉得超級爽。我剛才吃豬肉清湯麵啊，麵條其實吃起來是蠻 Q 彈的。我剛才嘗了一下它的豬肝、豬心、豬腸以及它的麵條，豬心味沒有到重，它調和的非常的柔順。我這幾天可能都吃太酸辣，我就也不想再吃酸辣了，所以我點了清湯麵，因為發現到還蠻對我胃口的。魚餃口感還不錯，但是它的味道比較沒有這麼鮮明。因為我剛才問店員說，你最推薦配菜是什麼？最推薦我是魚餃，我吃起來覺得還可以啦，普普通通，裡面的味道沒有到這麼的突出，但是魚餃嚼勁其實是還不錯的。泰國當地的阿伯啊，或者是阿姨，其實都是會來這邊吃。現在是平日大概是1點的時間，今天來到這邊，剛剛人還是很多，我想說下午應該沒什麼，但是沒想到這種小小的麵店人很多，非常推薦。米其林得獎，這間不能錯過，而且它離 BTS 站超級近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有經過 BTS 站的話，這一間我覺得你可以考慮一下。來曼谷啊，手標牌奶茶一定要爽喝幾杯。這次啊，薛仁挑了一款在台灣非常少見的飲品。這個是可以搓還是不行啊？這個不能搓哎，那從旁邊喝嗎？對。好，喝喝看玫瑰、荔枝、蜂蜜、檸檬茶，講很久。就繞口令是不是？好喝，它的味道不會像我們剛剛在講說它有好幾種東西混合在一起，你會覺得會不會味道很雜？但是不會，因為它是用玫瑰茶的茶底當韻底，喝起來非常的柔順，所以不會說好像很多很奇怪雜雜的味道。這個還蠻好喝的，我覺得喜歡喝玫瑰茶的人一定會喜歡這一款當基底。所以如果說你喝泰奶，你喝膩味道了，可以喝喝看這款，因為是完全是不同的基底的味道，一個就是泰式奶茶嘛，一個就是玫瑰茶當基底。我覺得這款喝起來相對清爽，應該女生都會喜歡這一款。這間在曼谷 IG 上超夯的泰式餐廳，你一定聽過。被稱為魚餐廳的它，將泰北和泰南的傳統風味巧妙的融合，再融入時尚的元素，創造出獨一無二的泰式料理。近年來啊，這家餐廳在曼谷的各大百貨公司都設有分店，交通便利，是不少旅客必訪的美食地標。餐廳內部的裝潢時尚舒適，非常適合與家人跟朋友聚餐。別看它文青的外表，裡頭的菜啊可都是真材實料，風味十足。每一道菜啊都可以讓你驚豔不已，分量大又好吃，絕對可以滿足你的味蕾。我們小夫妻啊這次點了3道料理，第一道是冬陰功湯，我們點的是濃湯，所以味道會比較偏奶味，整體味道還不錯，很開胃，而且湯裡面啊還有放一些椰肉，感覺蠻特別的，值得一試。第二道啊是香酥杏仁蝦餅。分量超大，內餡超多，是我們夫妻最推薦的一道。蝦餅吃起來口感彈牙，外層啊還要撒上杏仁片，增加口感哦。第3道是鹹蛋黃炒魷魚，超下飯的，酥炸香氣啊帶點鹹味，配飯吃啊絕對可以讓你多吃幾碗飯。在泰國旅行吃太多重口味，來 Veganery 享受一下輕食的樂趣吧。這間距離 BTS 用5分鐘。這裡的純素料理不僅美味，還能讓你吃得更健康，擺脫傳統泰式料理的框架，感受不一樣的美味。這幾天呢、在曼谷吃的實在是重油重鹹酸辣。我特地找了一間離 BTS 非常的近，離 Terminal 21非常的近，離阿薩克 BTS 也只要大概10分鐘的路程就可以走到這邊。我點了水果碗以及 BBQ 口味的漢堡，這都是全素的。反正它 menu 上面非常多的選擇，例如像是有意大利麵、烤餅、奶昔。不管你今天是生酮飲食或是低糖飲食，這邊都有提供一些無碳水化合物的一些料理，都可以讓大家这邊來嘗試。我剛剛吃第一口下去啊，覺得哇，身心靈真的超舒暢。因為這幾天在曼谷真的吃的讓我有時候有點驚奇，水果盤的擺盤非常多種類的水果，大家可以看一下。因為加上牛奶跟燕麥的混合啊，這個營養真的十足。可能這幾天太少吃生鮮蔬果，所以趕快來補充一下。我覺得真的超過癮。第一個，它上面有放奇異果、香蕉、草莓，所以那個甜味跟酸味啊，其實是蠻開胃。吃下去，其實你的胃馬上就打開了，就忍不住想吃第二口。這間蠻推的。去顯羅百麗宮逛街，別忘了來這朝聖一下。這間的班蘭糕啊，真的太犯規了，吃起來超滿足，而且外形可愛到不行。不拍個照打個卡，真的對不起自己。
位置啊就在顯如百麗宮的居城。經過這邊4、5次，每次啊這間小店總是排滿了來嘗鮮的旅客。這個是椰子煎餅，然後這是斑蘭香糕，這個是捲餅，它每一樣都做得非常精緻可愛。這個是他們家主打的，就是看一片綠綠的，吃起來口感很好，有點 QQ 的，有一點可惜溫度沒有那麼夠。如果它熱的話，它的口感一定非常好，因為它咬下去啊，有點像是麻糬跟蒟蒻的口感，加上它的外表是非常可愛的。我覺得如果今天是小孩子或是女生來，我覺得都會吃得很開心。再來就是它的捲餅，你能想象到那種有一點點帶點麵粉，中間有一些甜甜的調味，但是我覺得倒沒有到很精緻，反而是椰子煎餅，因為你不要看它外表，其實就是看起来很不起眼，一咬下去的时候，椰子吃的那個口感跟味道会突別而來，你能吃得到那椰子的鮮味，但有點不便宜啊，因為5小塊大概就要60塊泰銖，大家有來你就來嘗鮮看看就好。你知道曼谷有一家甜點店，為了他們的吐司，大家願意排隊2個小時嗎？甚至是搭計程車時，司機經過朱拉隆功大學旁，還特地介紹了這一間甜點店。沒錯，就是曼谷小男孩牛奶店。到底有什麼魔力讓大家那麼瘋狂呢？今天就帶大家來一探究竟。這間甜點店我大概經過超過10次有吧，每一次都是排非常多人。我是禮拜1下午4點我就來排了，我一開門就趕快衝進來，還好不用等。我剛才發現到它的那個吐司啊，一上來的時候香氣真的超級無敵濃郁的。很棒的是，我其實還沒蘸它的醬，它那個吐司本身的香氣跟脆感就已經很足夠了。3個醬讓我最驚豔的其實是鹹蛋黃，因為光吃吐司其實口感、香氣、脆感都有，再加上鹹蛋黃，這等於是如虎添翼，它整個層次跟風味再上了一層。像我這一盤大概100出泰銖左右，然後2個人吃其實剛剛好，因為可能吃到最後會想要再吃別的。不過聽說他的牛奶也很厲害啊，可惜Sharon沒有來，要不然他來他應該會瘋狂每天說要炒都要吃。所以大家如果來曼谷這間好多人排，早點來排，吃得很開心。Later， 我這邊有一些真實的評論想跟大家做分享。第一個，剛開始上來的時候，確實那個麵包香氣很足夠，剛開始吃的時候很過癮很爽。可是你吃到後面會發現到，它那個慢慢麵包開始冷卻了，然後它的口感跟香氣比較沒有像剛開始上來的時候這麼足夠。第二個，因為它3個醬都是比較濃郁的，所以你吃到後面會有一點點的膩。第3個就是你會很明顯的看到工作人員有點點職業倦怠。如果說你今天沒有特別愛吃烤吐司料理的話，我覺得沒有一定要去吃到這一份料理。今天逛累了，跟大家介紹一間泰奶界的天花板 Bloom。近幾年啊，深受大家的喜愛。他們家的招牌就是泰奶濕熱冰，冰沙特別的細膩，喝到最後都是泰奶味的冰沙，完全沒有冰渣，還有金箔做點綴裝飾，是不是超級奢華啊？建議甜度40%剛剛好，奶味會比較重一點點。另外啊，店內也有販售瓶裝的泰奶，這樣子就可以隨時隨地喝到好喝的泰奶了。在很多的百貨公司裡面都有販售哦，所以不妨逛街逛累了，犒賞自己一下，為下一趟旅程留下美好的逗點。來曼谷絕對不能錯過的超值美食，就是這家位於朱拉隆功大學附近的朱拉50廚房。這家店啊，雖然小小一間，但是超人氣的程度啊，可是不輸給曼谷的網紅餐廳呢。為什麼這麼夯呢？因為這邊的蟹肉飯才70出頭啊！你沒看錯，就是這麼佛心。滑嫩的滑蛋配上滿滿的蟹肉，每一口都超滿足。除了滑蛋蟹肉飯之外啊，他們的咖喱蟹肉飯也超受歡迎，配上一杯泰奶，簡直是完美啊！非常多網紅推薦的一個餐廳叫做朱拉50廚房。今天點2道菜，一個就是滑蛋蟹肉蓋飯，另外一個是流沙芋頭餃。這2個都是我在台灣沒有吃過的，所以我非常的期待。哦，那滑蛋超嫩的，滑蛋其實是蠻滑順的，蟹肉啊吃下去，那口感是非常Q彈。比較可惜就是上面它沒有清炒。那我另外也要來吃一個我非常期待，就是流沙芋頭餃。大家會看到它做的，它外面裹了一層麵衣，有點藝術品的，有點像小港點這樣。我沒有想到就是在大學旁邊可以吃這麼精緻的東西，就是我有點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就有點捨不得把它翻開。哇，裡面juicy哦，然後有一些流沙跟芋頭跟包着，就是它是一個很棒的，適合當一個小飯後點心。今天是選平日早上大概9點10點我就來了，但是我發現到人還是有一點點多啦，可能過了早餐時間人潮都開始慢慢散去。
小提醒，到店後啊，先別急着排隊，記得先去櫃檯點餐，再按照號碼等候，這樣才可以更快吃到美味的蟹肉飯哦。那事不宜遲，就來吃流沙芋頭餃，就蠻期待的。蛋黃啊，流沙其實味道是還蠻重的哦，偏鹹甜一點，而且不會說你吃下去就是可能因為它東西便宜，可能因為是有點像是大學吃粗飽，至於啊，就是還蠻好吃，因為我覺得它的東西分量也不小，就是至少看起來是有一點點扎實。學人來吃，他應該超愛，就是老婆，下次來泰國我一定再來吃這一家。大概花了130泰銖哦，我吃到了很完整的一個主餐，就是滑蛋蟹肉飯、流沙芋頭餃，還配了一杯泰奶，價錢大概只要100出，分量非常的適中。會有一點點要注意，就室內其實是沒有冷氣，可以先進去先點一杯很冰的冰飲，然後讓自己可以稍微降暑一下再吃，不然它裡面的空調設施沒有到那麼好，有點像是在街邊吃飯的感覺一樣。還好啦，就是它服務人員其實上菜速度其實蠻快的，整個吃下來體驗是真的還不錯。這間海鮮餐廳是一家位於曼谷市中心帕亞台區的泰式海鮮餐廳 ，Google 評價高達4.8顆星，根本是海鮮控的天堂。iPad 點餐超方便，還有中文菜單，完全不怕點錯。他們的咖喱螃蟹真的是超大一盤，醬汁又香又濃，淋在飯上簡直是絕配。吃完啊，保證你會愛上。逛街逛累了，來這邊吹冷氣吃海鮮，絕對是人生的一大享受。曼谷的海鮮是一場味覺盛宴，街邊不起眼的餐廳就可以品嘗到新鮮多樣的海鮮，感受酸辣鹹香的泰式風味。每一道菜啊，都充分展現了泰國料理的獨特魅力，讓你仿佛置身於熱情的海洋之中。這間是我最推薦的曼谷森林系咖啡廳，一秒飛到世外桃源，交通超方便，搭 MRT 黃線只要幾分鐘就可以到了。咖啡廳啊，總共有2層樓，樓下沙發區超舒適，超高屋頂讓你完全放鬆，想找個安靜的地方工作。樓上的木作區就超適合你的。整間店啊，玻璃屋、庭院、木質家具搭配的超美，就像置身在小森林一樣，是我今年去過最棒的森林系咖啡廳。一進門啊，就被超大的落地窗和滿滿的綠色植物給驚豔到了。想象一下啊，坐在落地窗旁邊的躺椅，喝着咖啡，看着綠意盎然的風景，整個下午就這樣放空，是不是超 chill 的啊？天氣不熱的話，還可以到戶外區坐坐，不過記得帶防蚊液哦。小提醒，咖啡廳附近就有曼谷植物園，拍完照啊，可以順道去附近逛逛。如果待到晚上的話，也有西納卡林火車鐵道夜市也在附近。想拍美照的潮男或者是小姐姐們，建議穿白色的服飾跟綠色的植物超搭。讓我覺得很不可思議的咖啡廳，因為這間咖啡廳它被大型的樹木環繞，可能晚上要去西林卡納火車夜市好好逛一下，但因為它開門的時間比較晚，所以我下午就來到這個很 chill 的咖啡店。它有一個很棒的地方，落地窗其實非常的大，所以陽光一曬進來非常舒服。咖啡跟它的甜點價格大概落在130到200泰銖之間。我覺得以這樣的環境來講，吃到這種品質、這種價格的咖啡跟蛋糕，我 CP 值非常高。在這麼繁忙的都市，你可以找到一個秘境，找到一個現代版的綠野仙蹤，好好在這邊享受。我跟你講，如果我今天我家住在旁邊，我一定天天來看書。這個咖啡廳讓我覺得心境上非常的舒服。有時候我剛才在1樓晃的時候，我還聽到蟲鳴鳥叫聲，還看到一些鳥在那邊飛過去。這是什麼動物園嗎？來到叢林王國嗎？在曼谷待這麼多天，去過這麼多的咖啡店，這間咖啡店是讓我非常的驚豔。我是平日大概下午3點的時候來，人還是非常的多，它值得你特地跑了一趟來。有一點點讓我懷念以前在陽明山或是在山上面喝咖啡的感覺。想逃離曼谷的熱鬧，來場說走就走的輕旅行嗎？位於曼谷郊區的 Grandma's Garden 絕對會讓你愛上。這間超可愛的露營風餐廳兼咖啡廳，開車只要半小時就到了，完全不用花太多時間就可以享受到大自然。一踏進 Grandma's Garden， 你就會被眼前的美景給驚呆。綠油油的草地，高大的樹木，還有超夢幻的白房子，搭配着原木風格的家具，簡直就是世外桃源。餐廳裡面還有一條小河靜靜的流淌，整個氣氛超愜意的，讓人忍不住想在這邊待一整天。這裡不只適合情侶或3、5好友來放鬆，也是親子出遊的好去處哦。
有專門給小朋友玩耍的空間，可以讓爸媽一邊的喝咖啡，一邊的看着小孩子開心的玩耍。這次小夫妻來的時候，還看到可愛的毛孩在草皮上玩耍，太療癒了。餐點的部分呢，主要是提供輕食，像是漢堡、薯條等等。如果你想來點甜點，這裡的冰淇淋、咖啡、蛋糕也都很不錯。我想說，這邊應該是非常的偏僻，沒有什麼樣的咖啡廳。電車剛一下站的時候，那個咖啡廳讓我有點 shock。就它旁邊有很高的樹木，然後有一些裝置藝術，以及它的草皮非常非常的大。他老闆原來是希望說，有一些人來這邊放空的時候，可以在草皮這邊去享受野餐，然後點一些輕食，在這邊享受很 chill 的下午。我想說，餐點應該非常非常貴，但是沒有，點了一個手工的冰淇淋以及一杯冰的拿鐵，猜多少錢？149塊錢泰銖，他還幫你送上來。坐電車過來大概20多分鐘車程，可是我覺得很值得，原因是因為有時候你可能逛市區逛得非常累了，你覺得有點煩悶了，來到這個咖啡廳好好享受一下那種與世隔絕的氣氛，好好享受一下下午茶，我觉得是非常棒的，然後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推薦給大家。這間店在網絡上其實評價也很好，價格也不貴，環境很 chill，來曼谷一定要來。想在曼谷來場歐式風格的下午茶嗎？這間隱藏在巷弄的咖啡廳絕對會讓您驚豔。整間店就像一座羅馬古堡，從1樓到3樓都超好拍的，絕對能滿足你的網美魂。為什麼這麼推薦呢？第一，它有超強的氛圍感，推開古舊的木門，仿佛走進了時光隧道，一秒穿越到羅馬古堡。第二個，超多的拍照景點，每個角落都超好拍的，絕對能拍出美美的網美照。第三個，超舒適的空間。有獨立的房間可以辦公，也能找到安靜的角落放空。小夫妻這次選擇平日來，發現到人非常的多，會建議一早開門就趕快衝過來了。總結來說這間不只是一間咖啡廳，更是一個充滿藝術氣息的空間。如果你喜歡拍照，喜歡享受悠閒的下午茶時光，那麼這間店絕對是你不能錯過的哦。大概是假日的2、3點來，人非常多。它離 BTS 大概10到20分鐘的腳程，或者是你搭嘟嘟車過來，或者是你坐電車，就離 BTS 大概5分鐘到10分鐘就到了。這邊非常偏僻，但是我剛剛一進來的時候，會有一種說，我進入一個歐洲古堡的感覺，甚至它的外牆、它的裝飾，甚至它的樓梯做得非常的有 feel。最誇張的是，它是3層樓的挑高。我跟軒仁現在是坐在中間的那種像大桌椅、比較大禮堂的那個大桌。但是我一抬頭一仰望的時候，心情豁然開朗。這邊賣的餐食非常多，像基本的咖啡、無酒精的飲料，甚至像鹹食、早餐這些之類的。它的價格比較高一點點，但是它讓我有一點點錯亂的意思，是說我原本是在曼谷市區的那種 feel， 但我沒想到來到這個咖啡廳會讓我覺得說漸漸上轉彎，因為它布置的非常的到位，真的非常的推。大家今天可能逛百貨公司逛膩了，這一間是你馬上可以3秒切換到歐洲，只要推開大門，你就會享受到不一樣的歐洲時光。你为什么像老人在吃東西啊？在曼谷閒暇時，泰國人都喜歡喝一杯咖啡，不僅提神醒腦，舒適的咖啡環境也能讓人心曠神怡，逃離曼谷的塵囂。在 Ground 咖啡尋覓心靈的綠洲，這間坐落於沙吞富人區的百年老屋，用復古裝修並帶有現代感的設計，以及熱帶綠植等獨特的元素，打造了一個靜謐的復古空間。在這裡，一杯香醇的咖啡，一片盎然的綠意，能讓你感受家的溫暖。無論是繁忙的旅途中休息片刻，還是尋找一個私密的角落發呆， Ground 咖啡都是你不可錯過的世外桃源。它是一間頗有美學氛圍的下午茶店。我剛剛點了一杯冰的 cappuccino， 一個他們手工的 bagel， 吃起來味道都還可以啊，中規中矩，沒有到特別驚豔。但因為它的價格有一點點高，例如像是我剛剛點的那杯冰的 cappuccino， 大概一杯是130塊泰銖，手工的 bagel 一個是150塊泰銖。它比起前幾天在曼谷吃的一些小吃，價格來講算是貴了一點點。好處是可以坐在這邊放空，看一下天空。大家可以看一下天空，
看一下天空之外，他們有好幾排這樣的一個沙發，你坐在這沙發，你可以打電腦看書。比如說你在旅程中如果累了，你坐下來喝杯咖啡，享受一下這邊很 chill 的氛圍。而且我現在來的時段是平日的下午1點鐘哦，人還是非常的多，所以你就知道它這邊有多夯。而且可以在這邊喝杯咖啡，拿個電腦看個書，我覺得都是讓你的旅程留下一個很完美的逗點。這間隱藏版的咖啡廳，它完美結合了英式復古風格和美味的咖啡，仿佛置身歐洲街頭的小咖啡館。一條 Latte 咖啡啊，被高樓大廈環繞着，卻在巷弄的盡頭靜靜地屹立着。第一眼就讓我誤以為到了英國或是法國。這間店雖然不大，但是處處充滿浪漫的氛圍。來到這裡啊，不只是為了打卡，更重要的是他們家的燕麥拿鐵是我在曼谷尋尋覓覓許久的。身為一個燕麥拿鐵的愛好者，在曼谷找到一家好喝的燕麥拿鐵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他們家的燕麥拿鐵口感綿密滑順，香氣濃郁，完全不輸給一般的牛奶拿鐵。而且啊，他們家的拿鐵價格非常的親民。這杯拿鐵的特別之處在於，咖啡師特別挑選的大塊的冰塊，壓碎後放入咖啡中，讓咖啡的溫度保持涼爽，同時也不會因為冰塊的融化而稀釋咖啡的味道。更酷的是，這些冰塊的造型讓咖啡呈現出大理石般的紋路，視覺效果非常的美。年輕時，我和學人每次出國的時候啊，總是選擇住飯店，那也沒想過說要住青年旅館，就覺得住青旅啊會很不習慣。很擔心是否安全，以及為什麼要折磨自己睡在一個小小的床上呢？然而這次雲流啊決定嘗試不同的體驗，選擇了5間青旅啊。但也因為這次不同的經歷，帶給我不少的體驗跟感觸。入住期間，巧遇專注當下的畫家，可愛的毛孩，大自然的小精靈，各地的旅客，有人享受自制早餐的當下，還有泰國當地人親切的問候。這些都是意想不到，卻會留在心中一輩子的難忘回憶。現在在一間青旅，它叫做暹羅生態旅館。然後啊，我剛來的時候，接待人員其實非常熱情，他會一些簡單的英文，大概跟你講一下一些 check in 的流程。他這一間一樣是沒有電梯的，所以你今天如果提太重的行李的話，請男朋友或是老公拿吧，因為提上來真的會蠻累的。我剛才提上來就稍微喘了一下，不過它的交通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利，為什麼呢？因為它離 BTS 不到1分鐘，離機場線不到5分鐘的路程啊，各位非常適合當成你入境的第一個青旅，或是你要出境前的最後一個青旅，因為就是也可以讓你稍微休息一下，然後再準備下一個行程。剛才查了一下，方圓大概3到400公尺哦，竟然有4到5間的 7，所以非常的便利。再來整潔度的部分，因為我剛才一進來，因为我对整潔非常非常的要求，所以一進來看一下地板，看一下床 ，great， 沒有任何的毛髮或者是一些髒物，包含它的窗戶我也稍微看了一下，偷瞄了一下，還 OK 啦。員工超熱情的啦，雖然自己英文不是很好，但還是鼓起勇氣問一下老闆附近有什麼好吃的。I have a question. Would you recommend any local cuisine for Taiwanese? Taikana is not. This is like a big junction. So Siam Eco Hotel. So we are here. This corner. Yes. And if you cross the road to the other side. Yes. This is amazing. So you can go and walk around. There's so many tourists all the time. 員工主要推薦的是這間麵店的冬陰功大龍蝦麵，要價1500塊泰銖。就是它這間很特別，它是在有點像是一個十字路口的交界處，所以你那個窗戶一拉開啊，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街景。好，那這邊有一些 tips 也要跟大家注意一下。第一個就是它的毛巾是需要租借的，所以你要給它20塊的泰銖。第二個就是它是沒有房卡的，所以你在 check in 的時候，這個櫃檯人會跟你要求4位數的數字，以及加上一個井號，就是你入門的密碼。置物櫃啊，其實我會覺得，如果你今天是20寸的行李的話，應該是放不下，因為大概只能放我包包或是那種登機箱，因為它的置物櫃並不是很大。然後我覺得很好是它也有提供廚房，廚房有餐具、冰箱，甚至有咖啡茶，這些你都可以拿來泡。然後我覺得就是你可以買東西來啊，然後稍微料理一下，它也有微波爐料理，可以在這邊享受晚餐或者午餐等。那這間我真的覺得 CP 值非常高，交通便利，因為它離暹羅百麗宮、暹羅探索或者暹羅購物中心，然後離機場
快線離 BTS 都非常很近，它的便利性啊，以它的整齊度來講，這間算 CP 值很高。因為剛剛看它的廁所，甚至它的房間的打掃清潔度，我覺得還不錯，而且接待人員非常的有耐心、有熱情，這間還蠻推的。所以如果今天有機會來曼谷，這間在 Agoda不到500塊，你還要等什麼？浴室的部分啊，普普通通，但有時候會覺得熱水比較不太穩定，所以想要洗熱水的人可能要斟酌一下。然後頂樓啊有洗衣機、烘衣機，旁邊就是晾曬的地方。此外啊，也提供簡便的早餐，像麥片跟飲料，還有牛奶。我實在太想喝咖啡冻牛奶，所以我剛才在網絡上搜尋一下，竟然有人告訴我可以在 Seven 自製咖啡凍牛奶，所以我就買了3樣東西，一個是明治的咖啡牛奶，這個是仙草凍奶茶，再加上我用 Seven 的冰塊把它和合在一起，哇，滿滿的一杯，這只要55塊泰銖，而且它冰塊超多了，喝一下好不好？其實味道還不錯哎，我一直以為可能色素味或者是會死甜。我剛才吃一下它仙草凍，還蠻 Q 的，是有嚼勁的，不是說你一咬就爛。因為我翻到這樣自己自製，我覺得我可能回台灣會想念這個味道。來，河景第一排優質美戶，投資自住2相迎。我今天不是要推銷房子，我是來跟大家介紹旅店的。2比青年旅館就在昭披耶河旁。我當初啊，就是想來欣賞河景。假如你計劃隔天參觀大皇宮和玉佛寺，這裡是理想的住宿地點，距離碼頭很近，可以乘坐渡輪前往這些著名的歷史和文化景點。肚子餓了，或是想體驗一下不同的泰式風格的夜市，旅店啊步行即可到達充滿中式風格的唐人街，是品味地道美食的好地方。嗨，各位大家早！這間旅店應該是我晚上唯一不想睡覺的，因為它的頂樓就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湄南河，非常的惬意。我覺得它這間旅店啊，真的蠻特別，它旁邊是酒吧跟咖啡廳合體在一起，所以你可以晚上可能吃飽飯，你逛完 Terminal 21或是 Central World 的時候，你可以回到你的旅店，然後點一杯酒，然後一杯咖啡，好好在這邊享受這個很 chill 的氣氛。我住下來啊，会有幾點心得想跟大家做分享，因為它的房價是真的蠻便宜，一晚不到500塊台幣。但是它的周遭附近是比較屬於舊的老城區，還不錯的點就是晚上如果你肚子餓，唐人街夜市就在旁邊，所以你可以直接的就地取材，然後買了一些晚餐，來到這邊坐在上面享受這個河畔的風景，吃晚餐超級棒的。你不用花錢到外面去訂那個很貴的河邊餐廳，你在這邊沒有人趕你，然後你想喝什麼就喝什麼，想跟你的親朋好友聊什麼就聊什么。我昨天住的是8人混合房，只是我覺得有一點點比較不好，是因為我的房間它是沒有對外窗的，有一些人就把一些衣服洗乾淨的，然後晾在房間裡面。其實我剛才走進去的時候，那個房間是會有一點點的味道，但是它的床其實是非常非常乾淨。然後比較可惜的是，因為我是住在上層，有一點麻煩的是，因為它的下層跟上層的距離非常的高，所以我在爬上去，連我是男生啊，我都覺得有一點點吃力。那另外就是因為它的上層其實是沒有置物櫃的，它的置物櫃是在最下層，所以說啊，你要拿東西的話，你就必須要到下層去拿，你就沒辦法到上層就直接去拿。像我有些之前住的其他青旅是，你可以直接打開後面的置物櫃，然後拿取你要的東西，相對會比較方便一點。然後有幾點要提醒啊，第一個就是沒有提供毛巾的，所以你必須還是要向櫃檯租借，然後租借一次是20塊泰銖。另外啊，他也沒有提供密碼鎖，所以我就直接向他借了一個櫃子，就是這個櫃子也要100塊泰銖。他也沒有洗衣機跟烘乾機，所以你今天衣服上，如果你可能要換洗的話，這個你可能要特別留意。旅館啊是由老公寓改建而成，沒有電梯，對於攜帶行李較多的旅客可能會不太方便哦。這間旅店啊，距離 MRT 的捷運站大概要步行15分鐘的路程，中間呢會穿插過唐人街區，
如果不想步行的話，會建議搭嘟嘟車前往，會更加的便捷。還有一個重點，我覺得可惜了，旅店不提供早餐，要住客自行解決早餐的問題。此外啊，浴室會有一點點積水，哎呦，我洗澡的時候洗到想說，怎麼水慢慢淹上來了？而且它的排水孔其實會有一點點的異味，所以在清潔衛生來講，我覺得沒有到這麼的 OK。One Window House 是一個高 CP 值、舒適又方便的住宿選擇。青旅的裝潢啊，結合了復古和現代的元素，非常有特色。櫃檯人員和善，交誼廳可以點餐，讓你有家的感覺。這裡的 CP 值超高。入住的第一天啊，居然遇到一個支線任務，就是這個旅店竟然在辦泰式意大利麵體驗的活動啊！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非常多的旅客聚集在交誼廳，員工準備了一些食材，準備要烹飪，教大家怎麼去做泰式意大利麵。因為會覺得說這邊的社交的氣氛非常的濃厚，到處都是笑聲、音樂聲以及歡樂的交談聲，所以你在當下的時候會覺得那個氛圍真的是在飯店可能是你體會不到的感受。所以我第一天來的時候，其實心情已經非常非常的愉悅了，因為這個是我在台灣或是在以前的職場上很少聽到這樣的一個很純真、很歡樂的一個氣氛。Hostel 這邊住大概5到6天，第一個我覺得它環境其實是保持得非常整潔的，然後房間啊冷氣真的超涼的，你晚上一定要去蓋被子，或者是穿外套，或者穿比較保暖一點的衣服，不然真的会感冒。他也沒有準備水，所以今天是要自己去附近的 7 啊，或者是你從旅程中回來的時候，都帶一罐大罐的水。像他这在泰國超市買水真的非常非常便宜，例如像我買已經接近1公升多的水，大概才14塊泰銖而已。這間旅店啊，還有一個很棒部分。它不到500塊台幣，但是它竟然有包好早餐。那早餐呢，有一些麵包、有麥片、有牛奶、有果汁、有水果，以及有咖啡、茶等等這些飲品。如果你今天是獨旅的話，如果沒有很講求說你一定要多美味，那我覺得你可以在這邊吃一個簡單的早餐，也可以讓你整天的心情保持非常的愉悅。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這邊是住4個人一間的，是男女混合的。上面有一間嘛，然後我是睡下面這一間，所以住在上面的人，他就會從這邊走上去，有點跟小閣樓一樣，這樣走上去，然後他就會到上面這一層。然後大家可以看到說，它上面有小台燈，然後置衣架以及枕頭、棉被等等，然後它旁邊有拉簾。拉簾一拉上去的時候就會隔光，也有提供置物櫃，可以放進登機箱或者是小件的行李。另外啊，如果各位小玩家有機會住在青旅的話，我會建議你一定要戴耳塞。為什麼？因為有時候晚上啊，你會遇到有一些人是11、2點才開始check in，或是凌晨都有可能。所以我常常有時候會被吵到，我就會把耳塞戴起來，就是你希望你可以睡個好覺。然後另外啊，因為青旅像它這間青旅，它的冷氣啊是統一控制溫度的，所以建議帶個外套，不然你晚上一定會非常非常的冷。附近就有一個菜市場，市場內的食物啊便宜又美味，琳琅滿目的泰式料理啊，你看了真的會非常心動。短時間啊，你會很想全部都給他點一輪來吃看看。而且奇妙的是，這個不起眼的市場，很多外國人都會來這邊吃飯。覺得旁邊這一家跟這一家2間比起來，我覺得它的分量是蠻多的，可是我覺得它的調味沒有那麼好，而且它的用餐環境其實沒有這麼的舒服，所以我後來選了這一間，因為它這間第一個它有冷氣，第二個就是它的用餐環境比較好，然後第3個就是我覺得它的服務態度也是還不錯，就不會說好像很商業化，硬要把你攔進來，就是讓你吃飯這樣。
我點了濃郁的黃咖喱豬肉燴飯，以及帶點酸辣味的冬陰功麵，真的是便宜實惠，味道又非常的足夠。來吃了好幾天，價格雖然便宜，但是給料不手軟哦。在這間旅社啊，我覺得很特別的是，附近臨近一個印度的廟，所以它附近有很多印度的餐廳、波斯的餐廳，甚至是還有緬甸菜。你想要嘗鮮的話，這附近的餐廳我覺得都可以吃一下。甚至我剛才去的市場，就是它那個也有賣那個傳統的泰式料理，也都蠻好吃的。這次來泰國啊，我都會犯一個錯，就是我會誤以為圖片上的分量可能很小，所以我都習慣性點個2份，但他沒想到我每次吃啊，他每一份量都超大。你一來啊，你就抱持着說這邊其實是 CP 值很高，然後分量很大，不用點到2份，1份，然後一個小配菜或者小甜點，你就可以吃很飽。最後一間田 Studio 位於市中心，旅店視覺設計極具魅力，旁邊的咖啡廳或是公共區都是拍照的好景點。簡直是網美們的天堂，但這裡的社交活動稍微少了一點。另外啊，它位於曼谷著名的夜生活區，如果你喜歡夜生活，那這邊絕對適合你哦。好的，我住在这間田 Studio 3晚，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間在 Agoda 上1晚平均不到500塊台幣，適不適合真的來這邊獨旅？結論是沒有到很推薦，原因是以下。第一點，整個房間的隔音效果我覺得沒有到特別的好，原因是因為它的門禁門啊，或者是說它的內門都會發出很大的聲響，包含你可能睡在你的膠囊艙裡面，那上面的拉簾其實一拉那個聲音其實都聽得到。那第二點，我覺得有可能是他們人力上比較不足，所以在衛生間，因為它的像我住在3樓嘛，它衛生間只有1個，可是它的整潔啊，你其實看得出來它沒有特別的用心，因為像流理台上面還是會有一些的毛髮跟有一些的髒污，這是我這3天住下來心得。第3個，房間內的地板沒有很寬敞，獨旅的時候我要放行李，我可能要放在地上去整理我的行李，或者是拿一些東西的時候，膠囊艙跟它的儲物櫃之間的距離，我覺得沒有到很寬。比較可惜的是，因為它是標榜是它旁邊有一間咖啡廳，大家可以看旁邊有一間咖啡廳，可是啊，我剛才看一下它的規定是你要必須有消費，你才可以進去住。所以我前1、2天就是在這邊喝了一下咖啡，享受一下這邊很 chill 的氛圍。那我覺得也比較可惜說，都在這邊住宿了，如果你享受咖啡，可能有一些coupon券啊，你可以來這邊做消費，那你可能會覺得稍微還會有一點點的划算，你可以享受一下住宿的獨旅的感受啊，你也可以在這邊喝咖啡，少了一個連結，少了一個coupon券感覺，我覺得這是可以再加強的。所以我會建議小玩家，如果你今天來到曼谷，可以來這邊喝咖啡最好，沒有一定來這邊住宿，因為我相信曼谷這麼多地方，一定還有很多很優質的住宿空間跟品質。不過啊，有一點值得肯定，就是泰國人他們都非常的熱情友善，而且願意協助你。只是可能在硬體的設施啊這邊上比較有點美中不足，但是在軟體在人員的服務上，我還是給滿分的。門禁、置物櫃以及電源啟動都是以房卡為主。室內的設計啊，走工業風，簡潔明亮。也有廚房、餐具等等，也一应俱全。我這次是住8人混合的一間房，以男生為主。房間雖小，但是插頭、置衣架、置物空間以及有智慧電視，一應俱全。我今天來到一個我非常期待的群裡，為什麼非常期待？我在來台灣之前，其實我就做非常多功課。這間呢，在網上評價非常的好，整體的規劃、造景，包含它的家具、地板，包含它的燈光，不可思議。好，先讓大家猜，大家覺得啊，這間一定可能超貴，沒有，因為我今天來是獨旅，它不到1000塊台幣就可以住在這個
我已經覺得不可思議的青旅，因為上一次我是住在暹羅站那邊，它的環境比較嘈雜一點，因為是靠近大馬路。這次來到有點像是小巷弄裡面的青旅，整個飯店外面有一大片的綠色植被鋪蓋在上面，你從內部喝咖啡看書，在往外面看的時候，超有 feel。我大概坐了1個下午吧，好好看書，非常多旅客或是來這邊喝咖啡的人來這邊造訪。它這邊很特別，旁邊是咖啡店，你可以點杯咖啡，在它旅宿內好好chill一下。而且我今天很幸運的遇到他們的繪畫體驗，發現到有非常多人在旁邊繪畫。他們不用上班嗎？怎麼在這邊畫畫？我沒有想到這麼小的一個地方，但是會讓我整個身心靈一定獲得提升的。這件非常推薦給大家，因為我覺得它整體的氣氛是讓我覺得營造到非常的到位，所以我覺得如果有機會來曼谷啊，這間真的不妨來一探，我覺得不會讓各位後悔的。但是有一點要注意的是，因為刚好忘記帶到鎖頭，所以我趕快跟櫃檯借鎖頭，因為不然我有一些手提行李啊，沒辦法放在櫃子裡面，沒辦法鎖起來。這點是我自己是疏忽到了。如果說大家之後如果有單獨來青旅的話，這一點還是要幫我注意一下。我這次是住8個人混合的一間房，房間內啊有對外窗，所以陽光灑落下來的時候，室內是非常的明亮整潔。那我剛才稍微看了一下附近，它這邊離MRT 地鐵站也大概只要5分鐘的路程。那附近呢也有接近唐街夜市，有一些餐廳也在附近。真的是 Seven 大概也要走5到10分鐘，那也還好，大概有2、3間在附近。所以我覺得它的交通機能是有一點點中等啊，沒有到特別好。然後它離市區稍微偏遠一點，因為前幾天我就住在暹羅站附近，那個青旅真的會讓你覺得有一點點吵，所以我想說好好的放鬆，然後好好把握一下當下的氛圍，就選了這間青旅。这間青旅是讓我覺得很不可思議，而且是我覺得我這幾天住下來是非常有一致性，你會覺得你不想離開這房間，你不想離開這旅店。夕陽餘暉洋溢着整個畫布，畫布手中的畫筆如同引領色彩之魂，在紙上流轉，翩翩起舞。調色盤上的顏料啊，在光影交織下熠熠生輝，筆觸間盡顯日落無盡的視覺魅力。早上的時候啊，旅店有準備蛋、吐司、果醬，這時候就可以發揮你的廚藝，自製早餐。讓學人煎蛋煎得好過癮啊！事後回想起來，這樣的一個像在家裡煮飯的體驗啊，真的是非常的難得。再搭配上這樣的氛圍，我覺得早餐好不好吃是其次的，重點是跟誰在一起，以及當下的氛圍加起來，才是人生中最值得留念的一件事情。有趣的是 ，Sharon 察覺到旁邊竟然有按摩小店，立馬跟我說要去體驗看看。除了臨近旅店旁的按摩小店之外啊，有不到50公尺還有另外一間哦。在這裡可以暫離塵囂，放慢腳步，靜心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慢慢品嘗每一口食物，欣賞窗外的風景，與新朋友暢談理想。在這樣的時光中，重新找回當下的喜悅與自在。我一共在這邊待了快10天，每一天我覺得都是老天給我最好的祝福與幸運，因為我非常享受當下。旅店1樓幾乎沒有任何人，所以我一早就下來先看書，然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這間旅店呢，真的是我來
來了曼谷這麼多天，最推薦一定要來。其他間我覺得你不用考慮了，除非你有交通上的需求，真的可以好好享受一下這個青旅給你帶來的 feel。這幾天基本上有時間，我就是窩在青旅，好好享受這邊當下很放鬆，然後他的音樂都放的，有時候會放的讓你覺得沉醉在其中。所以我覺得這一間旅店真的非常的超值，它的價格真的不貴，我覺得花點小小的錢，但能享受到這樣的一個服務品質，或者是它的環境的氛圍，我覺得已經夠值得了。住宿的期間发生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店內的毛孩竟然跑去对面叼了一罐飲料，就把這罐飲料叼給了後面的工作人員，真的是可愛爆表啊！總結此次的入住資訊，我會建議小玩家們看完我的影片，依照自己的行程規劃，選擇適合的旅店。最後想跟小玩家們分享的是，有時候換不同的角度去體驗旅程，也可以感受到一些新鮮感。這次入住的這5間旅宿，硬體是其次，你當下感受到的氛圍以及與人互動的感覺，才是你回台灣之後最難忘的回憶。我們是創世小夫妻，下次見哦，拜拜！喜歡這支影片就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然後分享給你的朋友。我們是創世小夫妻，下集見。